老祖宗，要我说，你现在就该好好的给蓝阡陌道个歉，再道个谢。放肆！好个伶牙俐齿的臭丫头，老夫险些被你绕进去了。他没有保护好老夫的混沌玄根，害得玄根被污，再也回不去了。除非今日那玄根能够重新被炼净，否则别说是他了，就连你今日也要一起葬身在此。不就是一个玄根，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？你说什么？炼化玄根，本尊可以，但是本尊有个条件，等本尊炼化之后，玄根需重新交给蓝阡陌，而你得向本尊的媳妇儿道歉。本尊媳妇儿要怎么惩罚你，你必须得接受。你们两个语气竟然都这般狂傲！好，老夫答应你，老夫就等着给你们多一点时间。若是达不到老夫的预想，你们都得死。龙司爵，你不必大伤自己，我的事情我自己承担，你们不必。大舅子，你等着，这是本尊送给你的一份大礼。哇，金色的火，金色的火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哎！师弟爹爹好厉害啊！金色的火，竟是五行元素的全元素之火。五行元素之力，只有神域之人自幼觉醒了元素之力，但是一般神域的人最多也只能觉醒一支。龙司爵此番使出了金色的全元素之火，这足以证明他觉醒了所有的元素之力。怎么可能？据我所知，神域最厉害的人不过只才觉醒了3脉元素，你怎么可能觉醒所有的？如何，老祖宗？这玄根炼化的，你可还满意？全元素的力量果然名不虚传，小伙子，老夫服了你了。那照本尊说的做。罢了，老夫将玄根重新给蓝阡陌便是，希望蓝阡陌这次能好好的替老夫滋养玄根。不，这玄根与你再无关联。什么？你答应过本尊的，这玄根需要重新交还蓝阡陌，自此便是蓝阡陌的所有物，包括你。蓝阡陌自此与你再无半分纠葛。你若不然，本尊现在就毁掉这玄根。老夫答应你了，答应你了还不成吗？我怎么遇到这样的一个怪物呀？不过交给他也无妨。之所以看中蓝阡陌，无非是看中了蓝阡陌的体质，希望蓝阡陌能够与玄根辅助相成，有朝一日能带着这根玄根踏足神域，那我此生也便满足了。蓝阡陌，你这一次逃过一死，老夫希望你能大有所为，不要辜负老夫今日的决定。如今蓝家已经再没有他人，这蓝家还是得由你来掌管着。多谢老祖宗成全，阡陌定不负你所望。龙司爵，多谢。以后不可直呼本尊的名字。多谢尊上。以后请称呼本尊妹夫。好，多谢妹夫。没办法，丈母娘当年亲自要撮合的人，我不得不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了。我必须将一切都扼杀在摇篮之中。天色不早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你们不许跟着，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你们需要振兴蓝家，灵安堂的事情怎能容得你们亲自上阵？息了你的心，明明就是师弟爹爹，自己不想那2个人跟着美人娘亲，你整出了这么一大堆好像很有道理的话。娘亲，我们好想你，我们好想你啊！娘亲也想你们。当剑帝师，很久不见，多谢这些时日你们对他们的照顾。哈哈哈哈！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月姑娘，你们来了就好，来了就好啊。方才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们是何人？好生放肆，竟敢阻挠灵使们抓人！娘亲，娘亲，你不在我们身边，他们欺负我们。娘亲，这一次你不可以离开我们了，我们要一直跟着娘亲。小叶弟弟，你好没出息，竟然哭鼻子！谁欺负你们了？他们冤枉2个师姐作弊，想对付师姐，我们想保护师姐，他们也不让，想把我们一起抓起来。小主人，你这戏会不会太过了？明明那群人不是小主人你的对手呀，就算你娘不来，你们也能打得过他们的呀。好不容易见到娘亲了，我得在娘亲怀里好好求安慰，让娘亲再也舍不得离开我们。他欺负你们了？对，
是他。阁下，那2个孩子是你的儿子？既然是你们的儿子，那你就带回去好好教育教育，别留在这里耽误我们的正事儿。我天一派的时间宝贵的很，没工夫在这里帮你教育孩子。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海雪广场上动手！我可是大公主殿下的贵客，你敢这么对我？我有让你替我教育孩子吗？再说了，你算哪个玩意儿？轮得到你来教育我的儿子？放肆！你这臭丫头，敢在这里作祟！前些日子，大公主殿下一直念叨着，长灵域内来了一个自神域来的贵客，原来就是他。这一行人原来是这尊客的人呢。尊客，您是神域来的尊客？你们若想弄他，大可继续试试。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原来是贵客，贵客到来，我们8大领使未能有所远迎，实在是招待不周啊！前些日子来，为了选拔圣女一事，我们实在是焦头烂额，请贵客饶恕我们。尊客，还请您上座。方姐姐、丁姐姐，你们放心，有我爹娘在，这下子没人敢欺负咱们了。娘亲，师姐之前根基杯测试出第8层哦。不错，很厉害。可是娘亲，那个丑大婶说她抓到了我师姐作弊的证据。哦，是吗？公主殿下，是这么一回事吗？我的2个大侄女作弊了，你抓到了证据？算了，不是什么大事，这件事就先过去吧。别呀，作弊这件事多么严重啊！公主殿下既然说有什么证据，那不如让我也瞧瞧。你放心，若是真的证实我那2个大侄女作弊了，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，我绝对不会阻挠。本尊也想看看，灵使，你们不会不让本尊过目吧？也好，既然你们都想看看，也好，根基杯测试的玉石上应当还有药沫的残留。公主殿下，你确定这些是药粉，而不是面粉？是面粉，真的是面粉啊！大公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是我判断失误了。我没想到那个陈神医竟然那般狼子野心，故意误导了我。那陈神医定是来者不善，还好月姑娘你解决了他。哦，对了，我忘记了，月姑娘你那般厉害，你可是根基杯能够达到12层的。月姑娘，说不然你让大伙瞧瞧，你的根基杯测试12层是什么结果？月姑娘，方才你的儿子已经夸下海口，称你能达到12层的。不过我想应该是小孩子乱吹牛的，这小孩子啊，就是喜欢胡说八道，说什么都是不作数的。我才没有胡说八道。美人娘亲，那只是个小小根基杯，不必放在眼里。你实力早就已经爆表了，12层都测不到你的实力的。好，什么？我儿说的没错，我的确根基12层，他并没有胡说八道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能到达12层的吗？怎么到了第1层就停下了？难不成真的是在说大话？我当时你能有多厉害，原来不过只是在第1层啊！月京城，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8大领使还在等什么呢？还不快将他丢出去！尊上，需要遵守规则吗？规则自然是要遵守的。那好吧。怎么回事？明明我都感觉到根基杯颤动了，怎么可能到达第1层就停下？啊，主人，你说这根基杯该不会是被你的力量给吓傻了吧？根基杯，别傻了，再傻待在这里，小心我揍你！第10了！天哪，这姑娘果真不同凡响。根基杯第1次发生这种异动，原来是这姑娘太强大了。等等，你们快看，那光芒还在往上移动，已经到第11层了。根基杯第12层，这姑娘竟然真的到了第12层啊！这不可能！古往今来，怎么会有人能够达到12层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嘿嘿，我娘亲天下第一！哈哈，我就说，我娘亲一定能到根基杯第12层的。好了，结束了。这根基杯怎么赔？怎么了？很贵吗？不用赔。开玩笑，这姑娘能够将根基杯给撑破，谁人敢要她来赔？我就说，这根基杯质量太差了，的确也不值得我赔。公主殿下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对我的实力这般质疑，实在是让我心灵受到了创伤。就如你所言吧，我如今测试到了12层，
你可以滚出这广场了。你敢？薛清晨，我乃凌云的公主殿下。八大领使，你们说呢？那可是女皇陛下最宠爱的女儿啊！如今女皇陛下虽然不知所踪，但是难以保证是不是哪一天她就回来了。若是她回来，只怕……方才你们不是才同本尊说要遵守规则的吗？怎么，莫不是欺瞒本尊？是，一切就如之前所言。你们敢？本公主那是凌云的大公主。大公主，飞起来应该也很好看呢。小叶、小莫，快看，你们最喜欢的空中飞人表演。小叶、小莫呢？方才我已经安置妥当了他们，有断剑帝师在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你竟然早就已经安排好了？你早知道我要走？当然，若不然怎么配得上做你的夫君？龙思觉，你敢打我，活得不耐烦了。你不听话，我对你说过很多次，任何事情不许瞒我，不听话就该揍。龙思觉，你够胆肥了呀！当然，你也可以来折磨我，若不然晚上来。滚蛋！小清晨，你不是要去紫金谷吗？走吧。龙大，混娘被紫金谷的人带走了。什么人胆子这么大，敢带走我丈母娘？不清楚，所以我得去会会他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快，我们赶紧前往紫金谷。龙大，你知道紫金谷吗？知道，不过一个小小的紫金谷敢抓了我丈母娘，还惹得我媳妇儿不快活，我不会放过她的。那走吧，不耽误时间了。又换飞天兽了？没办法，人格魅力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总有无数的兽类心甘情愿臣服。这个男人是什么样的变态啊？也许这跟龙思觉体内的血脉有关吧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丈母娘怎么会被人带走？之前灵玉女皇说，我娘被她囚禁在灵殿。昨晚上我前去探寻，按照凤银剑的指示，进入了一个房间。凤银剑显示出，我娘亲应当是被囚禁在画像之中，但是那困着我娘亲的画像被人带走了，而且就是在我到达的前脚，来人将我娘带走。他留下来的余下2幅画像，墨迹尚未干涸，我担心他会对我娘不利。龙大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，实在是事出突然。你所说的是2幅画？不错，跟我娘一起的还有另外1幅画像被带走，另外1幅画我猜是之前的2圣女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亲我一口，我告诉你。我不想知道了。可惜了，这是在深山老林，不然怎么样？不然可以在这里造妹妹。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龙大吗？龙思觉，这里是深山老林，你若敢胡来，小心我让你下半辈子不举。你的意思是，离开了深山老林再进行？那好，等我们离开了深山老林，我们再造妹妹，如你所愿。如我所愿？这家伙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油嘴滑舌，油腔滑调了？行了，别卖关子了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那2圣女从前便是来自紫金谷。这么说，那个带走我娘的人跟2圣女有关系，所以不用太过担心，咱们慢悠悠的去，紫金谷应当不会对丈母娘做什么事儿。你看，这深山老林别有一番滋味，咱们还从来没好好的过过2人世界呢。这次趁着2个孩子不在，好好享受一下。享受2人世界，在这深山老林？这深山老林过个鬼的2人世界啊！饿了？有点儿。想吃什么？跟我出来就别吃那些东西了，那些东西填不饱肚子。我习惯了。不行，我们现在是在过2人世界。那珍贵的元素之火，眼下竟然被这个男人用来烤兔子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尝尝，肯定比你空间内的灵泉和果子好吃。真不错，你怎么不吃？好，既然你邀请了我，我也来吃。龙思觉，这次怎么突然变得这么会聊了？看来画本承不起我。从前是我不够死皮赖脸，所以从这一刻起，我决定我要焕然一新。从今之后，我便是一个全新的龙大了。火炬灭了，姥姥的魂魄招不回来了，姥姥无法苏醒了。是谁？谁这么大的胆子，竟然来紫金谷撒野？你们2人胆敢来此阻挠谷主姥姥苏醒，你们该死！这次我怕是遇到一个高手了。既然我打不过这个黑袍男子，
那么我就去攻击这个白衣女子吧。胆敢阻挠本法师救治谷主姥姥，臭丫头，就用你的命来祭祀谷主姥姥吧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来紫金谷撒野！诸位快上，杀了他们！是紫金谷的绝招，紫藤幻影。诸位抓了他们，我便会再寻个机会替谷主姥姥召唤回魂魄。我又想到了一个法子，只要用这2人的身体来给祭祀谷主姥姥，姥姥的魂魄便会召唤回来，就一定会苏醒。你说的对，的确需要有人来祭祀。不过，用来祭祀的不是我们，而是你。对于法师来说，手臂是很重要，但是对于一个骗子来说，根本没用。没用的东西，还留着做什么？你们是无极宫来的，对不对？不是。休要狡辩！这么多年来，只有无极宫的人会来此。我们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胡说！唉，好一个紫藤幻影啊！只可惜就这么浪费了你们的攻击力，实在是可惜。原本我还想着给你们看一下谷主姥姥的病，可现在看来，你们不需要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可以替你们治疗好谷主姥姥。胡说八道！你只是一个小姑娘，怎么可能？无极宫真是每况愈下了，竟然派来一个这样满口谎话的臭丫头，实在是让我失望不已。法师，你放心，我们会替你报仇。看到了吗？我若是想杀你们，轻而易举。姑娘，你当真能救姥姥？你若能救姥姥，我们紫金宫的所有人都很感激你。好，我要你们一个条件，我需要你们交出一个人。谷主姥姥，让她先静养，她没事了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到底是谁竟给谷主下了如此狠毒的蛊虫？真狠呐！龙大，让他说话。法师大人，这自导自演有趣吗？胡说八道！你胡说八道！这臭丫头是谁？她怎么会知道？她怎么可能知道？是你！老子弄死你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有人命令我这么做。当初我不小心踏入这里的时候，有人要挟我，给了我腐蚀蛊，让我种到谷主身体里。我说不照做，他就杀了我。来人，把这个罪魁祸首抓起来！谷主姥姥，刚子，你怎么变得这么丑，这么黑了？你再怎么样，怎么娶媳妇儿啊？姥姥，您醒了真的是太好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已经娶了媳妇儿了。什么？你媳妇儿都娶了？你个不孝的东西，趁着我睡觉的时候偷娶了媳妇儿！月姑娘，您快再来帮谷主姥姥看看可好？是你，丫头，你认识我？死丫头，你跟我玩什么把戏？你与阿昭情同姐妹，都喊我一声干娘，怎么你不认识我了？不对，阿昭早就不在了。你不是那个丫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若不说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阿昭，你说的可是二圣女？姥姥，你看好了，我是什么人？你是那丫头的女儿，你跟她长得一样，你还继承了她的金凤传承，你是她的女儿。是的，我是李新妹的女儿。数月不见，你果然越发厉害了。岳清晨呐，你终于成长到了我需要的地步了。小丫头几岁了？20了。丫头，你20了，有对象了没？要不要谷主姥姥我给你物色个对象啊？不劳谷主姥姥操心，她有对象了。小丫头，她谁呀？谷主姥姥，她就是我的对象。哦，是吗？有点太白了，不够凶悍的样子。这身高嘛，也还算不错。长相嘛，太好看了，容易招桃花。嘿呀，不过这腰不错啊。小子，你长得这么白，你能照顾好这小丫头吗？她很厉害。哦，是吗？小子，你看招，若是你能在3招之内打败我，我便认了你。要不然，我可要给这小丫头物色其余的对象了。算算，那小子跟清晨的年龄蛮配的，只不过那小子就不知道野到哪儿去了。谷主姥姥，您还来真的呀？谷主姥姥，你会知道这世间除了我，无人能与清晨相配。神玉来的，小丫头，你竟然找了神玉的对象。谷主姥姥，你还要给他再介绍别的人吗？
想给清晨介绍对象，除非我先死了。生气了？放心，我不会找别的男人。你若是真的死了，那只有一种情况，我们一起死。胡说八道！你才不会死！不许说这个字，有我在，不允许你死。都是命啊，都是命。姥姥，怎么了？这小子来自神域，你可知道跨域通婚会有什么后果？我不怕。你可知道，曾经也有人在我面前说过这种话，可是最后呢，他们还是被迫分开了。谁？你娘。我娘跟谁在一起了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男人最后怕了，他抛弃了你娘。小丫头，你要知道，这世间最不值钱的就是承诺，最不可赌的就是人心。所以40年前，他心灰意冷之下，才会被女皇所伤，魂魄离体。不然你以为凭借你娘的血脉，怎么可能斗不过灵域女皇？小丫头，这世间最苦的就是情啊！站住！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到这里了，哼，这么快就来了。交出我娘的东西！想要啊，他自己来取啊。现在管不得这个男人是谁，他胆敢带走我母亲的画像，该死！叶星辰，你越来越厉害了，越来越让我刮目相看了。没用的，叶星辰，这水晶球本就是为了对抗金凤之力。叶星辰，你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这里是哪里？好冷。美人娘亲，这里好奇怪，灵气好稀疏，好像喘不过气来了。小雪，金龙宝宝，撑住！畜生，出来！你到底要干什么？畜生！不对，二狗子，你这条孬狗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好久不见啊，叶清晨。叶清晨，这里无法使用玄力，你的男人又被我提前给调走了，所以呢，叶清晨，你不一定打得过我。纵然这里无法使出玄力，但我依然可以杀了你，死狗，你且等着。是你，12号。叶星辰，原来你还记得，辗转这么多年，你终于还是落在我的手上。不过呢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要你的命的，我只要你的金凤血脉。叶星辰，不管是23世纪的华夏，还是现在，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要你的命。等我拿到了金凤血脉，我会让你做我的女人。这世间女人千千万，却大多都是胭脂俗粉，配得上我的只有你。别挣扎了，这是我改良过的。叶星辰，你奈何不了他。我说过了，你只要是配合我，乖乖的将金凤血脉交给我，我就不会对你怎么样。啊，叶星辰啊，我不会要你的命的，你放心。这什么情况？这个天罗地网是我结合了23世纪独门的秘诀，以及这水晶球的力量布下的，是我一生的心血呀，却就这么生生的被月清城破了。12号，别忘了，在23世纪的时候，你不过只是我手下的一个走狗。今日，老娘让你知道，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。狗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能随着我从23世纪来到这里，还妄图取走我的金凤传承。家业，竟然是你！叶清晨，好久不见了。畜生，我娘呢？我娘在哪里？叶清晨啊，咱们这么久不见，不如先叙叙旧。叙你妈的旧！信不信老子现在弄死你？叶清晨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暴脾气啊！23世纪的时候是，现在还是这样。不过，我不嫌弃你，等你的金凤力量给了我会好好的对待你的。叶清晨，我知道你现在杀不了我，金凤血脉给我便把你娘的画像还给你。你知道的，你娘就被困在那画像之中。叶清晨此人诡计多端，眼下他突然这么安静，
定是又在想什么其余的招数，可能让岳清晨发现那里，绝对不能。岳清晨，你若敢动他，我就与你拼命！家业，交出我娘的画像，否则我现在弄死他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没事就好。家业，你当初背叛我，妄图抢走金凤血脉，如今又带走我娘，是时候好好算算这笔账了。12号，这么多年的游戏到此结束了。他是你什么人？他呀，他是我师父，全世界最好的师父。你不是圣域的皇子吗？怎么会是他的徒弟？而且，你是如何自由出入圣域领域的？他曾经游历圣域，教导过我，收我为徒。后来，他被女皇所伤，变成了这样，只有金凤血脉方能救他。至于我为何能够自由出入，因为这颗水晶球的空间，我消耗了多年的时间才研究出了它。12号，原本我还念着你与圣皇跟二圣女的关系，考虑放你一马。可你现在这话，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我知道，你如今已经当选了灵域圣女，我帮助你成为新一任的女皇。你将金凤血脉给我，我可以立下血誓，此生对你不离不弃，协助你一起统治灵域，如何？清晨有我就够了，就不劳烦你大家了。是你伤了清晨，你还对清晨不离不弃，还要与清晨一起统治灵域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，就你也配？你要杀了我吗？你以为岳清晨与你最熟吗？你错了，陪伴岳清晨最久的人是我。当初我陪伴他了10几年呀，冷思觉，我陪伴了他10几年，而你不过与他在一起几个月，你说我配吗？冷思觉，不配的人是你，你根本不该跟他在一起。我没说错，对不对？你终归不是他的良人。谷主姥姥那日说的话，我全都听到了。龙思觉，你是神域的人啊，不过看你的血脉，应当是来自神域的孽种吧？凭你也能给岳清晨幸福？岳清晨，你不该跟我解释什么吗？行了，你要知道什么？他说他是你的老相好。家业的哪句话说我是他的老相好了？不是。他说你们相识10年。他背叛过我，想夺走我的血脉。那你们2人彼此了解对方的世界又是何意？龙大，我曾经真的死过一次，你信吗？我当时死过一次后，去了一个奇怪的世界，在那个世界里，家业也在。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，为了夺走我的血脉，他竟然也跟过去了。行了，别气了，我跟家业不熟，他是我的仇人，一直想夺走我的血脉的仇人罢了。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我不是气这个，我是气为什么当初跟你去奇怪的世界的人不是我。清晨，以后不管你去哪个世界，我一定都跟过去，一定都会找到你。你之所在，便是无心所向。龙大，小嘴越来越甜了。龙大，你的脸摸起来蛮舒服的。好巧，我也喜欢摸，喜欢摸你的脸。这家伙竟然故意耍我！清晨，给我讲讲你在那个世界的事情吧。我错过了你的过往的一切，但是我想听听，虽然参与不了，却想了解。那个世界呀，跟这里不一样。那里出行是车子跟飞机，作战的兵器是坦克跟大炮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巨大的有4个轮子的车子，和一个在天空翱翔的跟鸟一样的东西。肯定不如我的飞天兽。坦克跟大炮实力跟本尊比起来如何？啊，出口不见了。甚好，咱们继续2人世界。什么时候了？还在这开玩笑？别急，急也没用。我之前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里的异常。家业那小子是有2下子。龙思觉，要不然咱们比一比，看看谁先找到出去的法子。好啊，比试的筹码呢？筹码就是，若是你输了，以后不允许再打我臀部。好，若你输了呢？岳清晨，出去之后，我们给小叶和小莫生妹妹。竟然同时打开了，那这次算谁胜了谁输了？下次再比。文然坤，你竟敢来此！凌音，
你如今这般模样，可真让人害怕啊。当初便是这个男人抛弃了我，甚至于将我紫金一族逼迫到那般地步。我紫金族人原本也是这领域内数得上号的一族，却生生的因为文人坤与鬼影宫被逼得经年脱皮在此。滚出去，文人坤！我紫金谷不欢迎你。宁烨，你既然苏醒了，那么便交出东西吧。宁师妹，这是给你的最后的机会了。我数3个数，你若是再不做出决定，我就开始一个一个杀了紫金谷内的人。3、2。小丫头，快走，滚！你们2个赶紧滚！你们并非紫金谷里的人，紫金谷不欢迎你们。谷主姥姥，我就不走。宁师妹，没想到你紫金谷内还有这样的2人。混小子，你不得插手！宁师妹，别再负隅顽抗了。今日只有2个结果，要么你交出我要的东西，要么你打败我。文人坤，大话未免说得太早了。若是紫藤幻影能打败得了你呢？就凭你，宁烨，你不会是我的对手的。我问你，若是你真的败了呢？若真如此，从此我不再踏入你紫金谷一步。好，你说的，那我再加一道筹码。若是紫藤幻影败给了你，我便将千藤种子给你；若是赢了，文人坤，我要你自废你的邪功，你敢吗？有何不敢？好，文人坤，那我们便立下天地赌注，接受天地规则的制约。小丫头，有没有兴趣学点新的本事？您是何意？小丫头，我们师门有个规定，谁若是在师门之中能将师门的绝活修炼到最佳，便能得到千藤种子。文人坤是为了得到千藤种子丧心病狂，这么多年来甚至修炼了邪术。他今日来势汹汹，势必是要打败我。可是我这个身子骨你也看到了，我不可能胜过他的。所以小丫头，我想请你来帮我以绝活赢了他，光明正大的以我的绝活赢了他。可是我不懂你们的绝招，而且若是不想让他得到，杀了他便是。哪有那么简单？千藤种子除了每个人的唯一的一次主动赠予外，都是自动择主。文人坤但凡打败了我，千藤种子便会自动落到他的身上，哪怕他死了，也会落到他指定的弟子身上。所以我们必须光明正大的打败他，并且是以绝活打赢。这千藤种子好生霸道。宁师妹，你还在等什么？什么时候开始？明烨，你竟然将千藤种子给了别的人！宁烨，你这是在违背师门的规则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师父有言，每个人可选择将千藤种子交给一个传人，岳星辰便是我找到的传人。我将千藤种子交给他，有何不可？我就说他能融合千藤种子。宁烨，你耍我！岳星辰已经融合了千藤种子。我便知道我没有看错人。小丫头，你的确很棒。宁烨，没想到你这昏睡的多年，脑子也坏掉了。你真的以为就靠着这样一个小丫头就能打败过我？滚蛋！别打扰我媳妇学习。哦，我等着，我倒是等着，就1天的时间，你能学个什么花来？小丫头，你都明白了？尚可。小丫头，你可真是一个奇迹啊！我不会输的。好，那我就会你。千藤术第9层，文人坤，你竟然修炼到了第9层。当初即便是我们的师傅，也只是修炼到了第9层啊！明烨，我原本还想留你整个紫金谷一命，只要夺走千藤种子便可。可是你逼我的，明烨，你打不过我的，这场战斗你们必输无疑。小丫头，快回来，我们不打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臭丫头，
你使了什么妖术？说好的公平决斗，只用千藤术，我们比的是千藤术啊！竟敢违背比试规则，就不怕遭受天地规则的惩罚吗？大叔，怎么，你连千藤术第10层都不认识了吗？你看，我的第10层与你的第9层相比，如何？千藤术第10层？千藤术哪里来的第10层？臭丫头，你胡说八道！大叔，我早说了，没有文化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。没文化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还觉得自己天下无敌。臭丫头，你若不放过我，后果很严重。这一脚是你不遵守规则，明明失败了，却依旧耍赖不服输，该打。这一脚是你鬼影宫的人敢对紫金谷的百姓们动手，活该。打得好，丫头，打死他，打死这个畜生！你不是想用这千藤术杀人吗？那好，我便让你自己尝尝千藤术的滋味。明月，师父说过，师门之中不得互相残杀。你若不阻止这臭丫头杀我，你便是违背师命。若是她杀了我，她拥有的千藤种子会将她也毁灭。小丫头，留她一命。只要于清晨不杀我，一切便都无所谓。我终有一日定然会卷土重来。本尊早看你不爽很久了，既然用千藤术的人无法杀你，那就由本尊来。你，姥姥，你没事吧？苦主姥姥，你修为全无了。我那点修为算不得什么。月姑娘，苦主姥姥的所有的修为都在千藤种子里，她将千藤种子给了你，便等同于她将她的玄脉都给了你。姥姥，你等着，我将千藤种子还给你。不用了，小丫头，我既然决定将千藤种子给你，便没有要回来的打算。这千藤种子与你融合得很好，反正我也活不久了，这千藤种子我也没什么用了。胡说八道，谷主姥姥，你还能再活1000年，你还年轻呢。我不年轻了，我的身体都亏空了。小丫头，我之前一直提着一口气不肯死，是因为我的大仇未报，我也舍不得紫金谷的百姓们。我活得够久了，也活累了，不想活了。小清晨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替我报了仇，打败了文人坤。叶清晨，等我不在了，这整个紫金谷的百姓们便交由你守护，你答应我好不好？好。还不拜见新的谷主？拜见月谷主。月谷主真好听，真是不公平的。你们喊年轻漂亮的谷主这么好听，喊我就喊一声姥姥。姥姥，您不老，您是小仙女，大伙儿尊重您，所以才喊你一声姥姥。真好听，小丫头，以后你就是紫金谷的谷主，答应我好好照顾他们，可好？若是可以将他们带出这紫金谷，他们被困在这里太久了。我答应你。小丫头变成了紫金谷的新谷主，真不错。大圣女跟那个男人的女儿，真不错。姥姥，谷主姥姥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谷内众人，带着他们离开这里。您一路走好。月姑娘，尊上，还好你们在这儿。有人让我交个信件给您。怎么了？段爷爷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啊？你们自己看吧。听闻神域贵客来我灵域，前日我正处于闭关之中，无法迎接贵客，恰逢宫内挖出了天灵泉，特邀贵客前来一观，望阁下于明日中午准时前来与我一叙。哇，爹爹，有人邀请你去泡天灵泉哎！天灵泉，那可是好东西。若是泡进去，可净化玄力，对修炼者大有裨益。前些时，月清晨才刚刚重组了血脉，又吸收了千藤种子，体内的力量需要得到巩固。若能泡一泡这天灵泉，也是不错。清晨，想去吗？也行，去凑凑热闹。这个有什么问题吗？小叶，
你看看底下的落款，鬼影宫花碧月。段爷爷，花碧月是谁啊？花碧月乃是鬼影宫的天才少女，当年与夏子宁齐名，只不过她此人尤为神秘，从不抛头露面。当年她宣称，这世间无人可窥探她的真容，除非是她认定的夫君，只有她认定的夫君，她才会主动邀请。龙大，找你的。本尊没兴趣。这么多年不肯露面，肯定是个丑八怪了。不过此次花碧月花了整整2年的时间闭关，连续突破到了圣者2重，的确是一件大事。又加上鬼影宫挖出了天灵泉，鬼影宫大喜，特邀了灵域各大家族以及其余有权势的人前去一同观赏。哦，既然这样，那就一起去吧。巧得很，我正在想法子前去鬼影宫，替紫金谷的人夺回属于我的地盘。这鬼影宫便就这么送上门来了。天灵泉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爹爹娘亲，我也要去。好，那就一起去。这鬼影宫只邀请了龙尊上啊，因为谁都知道圣女们此刻正在藏书阁闭关，鬼影宫这个时间邀请尊上前去，摆明了是想邀请尊上一个人，这一家子都去，好像有点不太妙啊。承蒙诸位不弃，肯前来这里赏光，不如就让小女给大家跳个舞助兴，可好啊？哇，竟是天女舞啊！花姑娘跳的是当初大圣女的天女舞啊！花姑娘实在是厉害到极致，这天女舞简直秒杀了当年的大圣女啊！哎呀，若是大圣女晚生个几十年，只怕现在给花少公主提裙都不配呀！哇，娘亲，你看哦，这个青鸾峰真的好厉害哦，鬼影宫也好棒。你看，我们才刚到这里，竟然就看到了有舞女在表演呢。不过，这个舞女跳的真的好辣眼睛哦。哎呀，算了，我们也要多多包容，毕竟这是鬼影宫的一片诚心哦。是月姑娘和神域的尊上，那便是月清晨，竟生了如此美貌。之前还觉得花少公主姿态如同天然，可现在月姑娘一来，好似连日光都失了色了。月清晨，原来那就是月清晨。咦，舞女大婶，你怎么不跳了？舞女大婶，不用管我们，你们继续跳。哼，竟然敢堂而皇之的给弟弟写信，真是讨厌。乔叶弟弟，别说了，舞女大婶跳得累了，毕竟年纪大了，都跳了这么久了，你得让她休息休息。哦，也是哦。舞女姐姐，你为了生计也不容易，现在这么冷的天，穿的这么少，在这里跳舞，真是为难你了。这是银子，你就收下哦。说我是舞女，现在还在给我打赏，放肆！对不起啊，舞女姐姐，我忘了，这么冷的天，你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这么卖力的表演，这点银子你肯定嫌少的。你等等，我马上就来。娘亲，娘亲，那个舞女很可怜，你快给我点银子。好，舞女姐姐，我已经将我跟我娘的全部身家都拿过来了，你别嫌少。哪里来的野小子，竟敢在我们鬼影宫内放肆！舞女姐姐，你难道还嫌少吗？可是我就只有这么一点了。各位，你们怎么可以看别人跳舞不给钱呢？快给快给！小公子，你搞错了，那不是舞女，那是鬼影宫的少公主，她正在给我们大伙跳舞助兴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是鬼影宫的少公主，谁让你长得太舞女了，我才把你认错了，对不起。长得太舞女了？你就是月清晨？不错。好，来人，将月清晨跟这2个小子拿下。谁敢？如今我已经是圣者2重境，实力卓绝，只要我能让这个男子青睐于我，定能顺利踏入神域。您定是那位神域的尊上？尊上，月清晨带着2个孩子擅自闯入我鬼影宫，又在这里出言侮辱我，理应接受惩罚。哦，擅自闯入，出言侮辱，本尊怎么不知道？我并未邀请他们，他们却出现在鬼影宫内，自然是擅自闯入。今日乃是鬼影宫的天灵泉面试之日，只有重要的人才能有机会看到他，无关人等不得入内。再者，这个小孩子被月清晨授意，当众喊我舞女，实在是出言羞辱我。一边是鬼影宫的天灵泉，一边是一个带着2个野种的女人，我就不信这位尊可不会选择。看来鬼影宫不欢迎本尊，那咱们走吧。尊
尊上。他们是本尊带来的，你若是觉得他们不该出现在此，那本尊便不在此逗留了。尊上留步，是我误会了。既然他们是你带来的，那便都留下来吧。不过，他们出言羞辱我这件事，我一定要讨个说法。羞辱？本尊倒是觉得他把你当作是舞女，那都是抬举你。就你那粗鄙的舞姿，只配在此丢人现眼，前去应征当舞女，只怕那家武馆就得倒闭了。就是。大家觉得本尊说的对吗？对，你说的对。我就说花边的舞看着十分的庸俗，你们还不信？看嘛，就连神域的尊上都这么说了。也是，我的舞姿怎能与神域的人相比？尊上见多识广，我的舞姿定然是入不了尊上的眼。他日还请尊上您多多指导。指导就不用了，不是什么人都配得上让本尊来指导的。碧月，先回来吧。尊上的确是小女献丑了，小女的舞姿的确比不过这神域之人，但是尊上您尚且不知，目前在整个领域当真还无人能出其右。哦，是吗？当然了，尊上您尚且不知，这天女舞是整个领域的少女都喜好的，唯独碧月如今能够将天女舞跳到淋漓尽致，甚至于碧月如今的水准不比当初创下天女舞的大圣女差。哼，魏隐公大人，你们不将大圣女拖下水会死吗？花碧月，就你这样还比得上大圣女吗？哼，岂不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长什么样子？佳妹年幼无知，还望各位不要与她计较。方楚烟，你敢来我鬼影宫撒野？来人啊，将他丢出去！我又没说错。花碧月，你想跟从前大圣女比，还差得远了。不信的话，你自己去撒泡尿比一比。你，来人啊，快来人，将他丢出去！别碰我，我自己走出去。要不是我爹娘非要我跟着哥哥来这鬼影宫，我才不来。哇，娘亲，那个姐姐好彪悍啊！那是方楚然的妹妹。玄彬的，你们来这儿撒野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方姑娘，她何错之有？本尊想知道她何错之有。你们方才也听到了，方姑娘口口羞辱我们在先，难道没有错吗？我倒是觉得她说的没错，花姑娘实在是比不上大圣女，甚至连大圣女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方姑娘方才说的，的确都是大实话。叶姑娘，我们知道你有尊上庇护，但你不能在这里信口开河呀。莫非您见过大圣女？我曾经有幸见过大圣女从前的一个弟子，她跳过天女舞给我看。彼时她跳出来的天女舞与花姑娘的截然不同，不仅仅是不同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我发誓，若非是有那位尊上在月清晨的身侧护着，我现在也早已经将月清晨给丢出去了。月姑娘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一个同伴了。月姑娘，我不知道你对我有何敌意，竟然让你刚到鬼影宫就三番五次的针对于我。是的，月姑娘，碧月的天女舞是有目共睹的，这整个领域若能找出一个比得过碧月的，我鬼影宫便自今日改了跟你姓。好，你说的，若是这世间能够有一个比得过花碧月的，你鬼影宫非但要改名换姓，更是要向你们几次三番侮辱有加的大圣女磕头道歉。娘亲这意思，莫非是要跳舞？月清晨，你这是要跳舞？月清晨，你确定你可以？跳舞我不会，但是我可以将我见过的真正的天女舞交给一个人。好，你既然这么有信心，那我们不给你机会，倒是显得我们不近人情了。你且说说，你要教谁？方楚烟，你有没有兴趣学会真正的天女舞？你若是答应我，我保证会在1刻钟内教会你真正的天女舞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你随我来吧。孙上，我是方楚烟的哥哥。是这样的，我知道月姑娘有你护着，所以什么都不怕。一会儿如果失败了的话，能不能劳烦尊上，您也帮我妹妹一把？若是如此，我们玄彬宫自此感激不尽。没想到方师姐还有你这么一个怂包子哥哥。你们就是楚然信里说的2个小师弟？放心吧，大哥哥，我娘才不会说的。月姑娘，你玩大了呀！我跳舞哪里比得过花碧月啊？我说你会，你就会。
月姑娘，这是什么符咒？共情符。月姑娘，你为何不自己跳？你若是跳了这支舞，那花碧月定然会自惭形秽的。我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玷污大圣你的这一支舞，他们不配看到。对，月姑娘，你说的对。可是我要怎么做？不要担心，去吧。等你开始跳舞的时候，这共情符会带着你，你无需紧张，只管随着他动作便可。好。看来那月姑娘真的是疯了。早前听闻那月姑娘在圣女比赛上大放异彩，我还只当那月姑娘真的有不少的能耐，嘿，原来不过只是个爱说大话、爱吹牛的小姑娘而已。诸位莫要这么说，也许那月姑娘真的是有真正的实力的呢。我看这1刻钟的时间也快到了，若不然找个人去催一催，别到时候临阵脱逃了。不用了，我过来了。方姑娘，这么短的时间内学好了？自然，那是当然了。花碧月，我岳师傅可不是你能比得上的。好，方楚烟，你不是已经学好了天女舞吗？那现在开始跳吧。碧月，若不然你也下去与风姑娘一同跳吧，一同跳舞也好有个高低比较。也好，方姑娘，你不介意我跟你一同跳吧？来吧，花碧月，只要你不怕丢脸。怎么回事？我竟然感觉方姑娘跳的好像比花姑娘还要好。娘亲，为毛感觉是你在跳？我竟然从来不知道我家媳妇儿会跳舞。不行，改明儿我得好好让媳妇儿跳给我瞧瞧。该死，方楚烟竟然真的会跳了！看来还真是方姑娘更胜一筹啊！天哪，凤凰涅槃！娘亲，她跳得好好，还不错，共情符不会出错的。是娘亲教的好。嘿，那当然了，我们娘亲天下无双。舞女姐姐，你跳得这么差，你看你把小鸟们都吓到了。你舞跳得不好，不是你的错，出来吓人还吓到小鸟们，就是大错了。舞女姐姐，你还在那里站着做什么呀？要是我早就赶紧吓得躲回去，不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方姑娘，我没想到你的舞姿竟然如此卓绝，果真是人外有人，山外有山，是我之前唐突了你了。花碧月，现在知道你自己有多浅薄了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所跳的不过只是月姑娘的1/1000。我所知道的不过也只是大圣女的皮毛而已。花碧月，你跟大圣女简直没得比，下次我看你还好不好意思将当年的大圣女拉出来比较。我告诉你，就凭你连大圣女提鞋都不配。这真正的天女舞只有我看过，薛清晨只跳给我一个人看过呢。叶儿，你怎么了？叶儿，你虽然今日天女舞大放异彩，但是你不可肖想不该想的，那位神域尊上不是你能肖想得了的。哼，肤浅。叶儿，我再劝你一句，尊上他是有心上人的了，你若是敢对那位尊上有非分之想，便是道德败坏。闭嘴！别打扰我看美女。什么？美女？对啊，薛姑娘，她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子。你看她舞跳得那么好，长得那么好看，还有2个那么可爱的儿子，简直是人生赢家呀！甚好，甚好。诸位，眼下的时辰差不多了，请诸位跟随我们一同前去观看天灵泉吧。尊上喜欢这里吗？这里是整个灵域内风水最好的地方，若是喜欢，就在这里多待些时日吧。虽然这里比不得神域，但是绝对比灵域内其余的地方要好多了。你喜欢？当然，山清水秀的，谁不喜欢？我们也喜欢。既然你们都喜欢，那咱们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。反正我们也要将青鸾峰收复了。等收复了青鸾峰后，倒不如舍弃了灵安堂，以后便跟紫金谷内的众人一同注入到这里。我就说，我们鬼影宫一定会留住这位尊贵的尊上的。等尊上入住了，我一会儿一定要好好表现。只有这样，神域的尊上才会知道，我才是这灵域内最优秀的女子，才会愿意多看我一眼。哈哈哈哈！这鬼影宫今日这般热闹。天皇圣手，没想到今日您会到此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之前便听闻破解了我残局的女娃娃出关了，还到了圣者2重境。所以，老头我即便再远，也要赶过来瞧一瞧。那女娃娃如今在何处啊？
是你吗，女娃娃？不是我。碧月，快来见过天皇圣手。碧月见过天皇圣手。哦，便是你破解了老夫的残局。对，正是晚辈。长得虽然不如之前那个女娃娃讨喜，不过也算有点本事。哈哈哈哈！啊，不错不错，江山代有才人出。女娃娃，我等你等了5年了。既然你当年破解了老夫的残局，如今老夫又做出一个新的棋局出来，你过来试试。女娃娃，怎么了？花姑娘，您当年破解了天荒圣手的棋局，可谓是轰动领域啊！咱们都想看你露一手。是啊，花姑娘，快让我们开开眼。好，我试试。5年不见，女娃娃，你的棋艺造诣定又再攀高峰。5年前我未能亲眼见到你破解残局，5年之后，老夫总能亲眼目睹了啊！哈哈哈哈！碧月苦心钻研棋艺多年，就连我也未曾亲眼目睹过碧月的棋艺。今日便借着天皇圣手的光，让大伙一起看看吧。哎，女娃娃，你这一招意欲何为啊？本宫明白，有一招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想来碧月便是用了这一招了。这棋局不是很简单吗？居然还被喇叭花工人走到这一步。哇，小莫哥哥，你懂棋？嘿，略懂皮毛。弟弟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这棋面根本不该这样走。小莫说的对。小莫哥哥，你知道这棋子该怎么走吗？当然知道，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。这不是天皇圣手的棋局吗？大家都说很有难度啊。小莫哥哥这么厉害，小莫哥哥，那该怎么走？那等一会儿我走给你看看。可惜呀，我还以为我寻到了一个有天赋的人，看来是我错了。天皇圣手，是碧月让您失望了。罢了，原本还想，若你能解开此局，我便将真龙册传给你。天皇圣手，您给我3天，3天的时间，我定能钻研出解棋的方法。天皇圣手，您该知道的，这次的棋局难度比上次的要高好多。也行。老爷爷，让我试试可好？哎，小鬼，这可不是你能随便玩的。我是认真的。你可知道这棋局是有杀伤力的？方才花碧月未能破解这棋局，估计就已经负伤了。你若是敢胡来，你这小身板根本挺不住的。无需担心，我能解开这棋局，不会受伤。他说什么？他能解开这棋局？果然是小孩呀，童言无忌。罢了罢了，不与他计较。这是哪家的孩子？怎么由得他在这里捣乱？月姑娘，这是您家儿子吧？可别让他在这里捣乱了，我们还等着去看天灵泉呢。是啊，月姑娘，您儿子不过才5岁吧，小小年纪就这般口出妄言，下次莫要随便带着他们出来丢人了。就不劳烦喇叭花少公主您费心了，我的儿子我自己管教。岳清晨，既然要管教儿子，就带回去管教，莫让他们在这里耽误我们大伙的时间。我的娘亲，何须你在此指手画脚？天皇圣手，既然这个孩子说他要尝试着走棋，倒不如让他试一试，兴许真的会给我们意外呢。让我来吧。小家伙，你要小心啊！臭小子，找死！我早就想好好收拾岳清晨的那2个臭小子了，奈何一直寻不到机会。这会儿他们自己撞了上来。月姑娘，快阻止小公子呀！本宫倒是忘记了，这棋局得靠玄力方能推动。这小家伙不过才4、5岁的样子，他能推动这棋局吗？小子，现在下去也不迟，赶紧下去给天皇圣手道个歉就算了。小叶弟弟，你看好了，哥哥只走一遍。连我尚且都在反噬的力量下受伤，更别说是这小鬼了。只怕这小鬼会粉身碎骨。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花碧月，你看到了吗？你连一个5岁的孩童都不如，还自诩领域第一棋手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吓得我肚子疼。这真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啊！
我怎么没有想到要走这一步？哎，小家伙，告诉我你是怎么解开这棋局的？怎么想到这一步的？小叶弟弟，怎么样？你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，真的看懂了？我才不在乎过程呢，我只知道小莫哥哥你很厉害就行。笨蛋弟弟，你总是不爱学习。算了，你又不用学了，有哥哥在，也不用管这些，耽误了大家一会儿时间，抱歉。现在大家可以去看天灵泉了。哎，小奶娃，快告诉我你是怎么解开的？随手解开的。我3岁就已经在玩这种难度的棋局了，这个棋局对我来说难度不大，当然是随手解开的。那你告诉我，你师承何人呢？无师自通。我只不过是以前一直看爹爹自己无聊时左右手对弈，看久了就自然而然的会这些了，的确算是无师自通吧。娘亲，小莫没有给你们丢人吧？小莫呀，真是强大优秀的，让人心疼。我儿子真棒。娘亲，再等我强大一点，我就完全可以保护娘亲了。娘亲，只要你们一直好好的，就是最大的保护了。小家伙，你知道吗？我之前已经说了，谁要是能解开我这个棋局，我便将我精心设计的真龙册送给他。哎呀，这个老爷爷一直在烦着我，还打扰我跟娘亲说话。天皇圣手，您断不可这么武断呢！他只是一个5岁的奶娃娃，却又说不出解棋之道，定然只是碰巧瞎猫碰上了死耗子罢了。花碧月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比不过5岁的小孩，现在就来欺负他了！天皇圣手，一个棋局说明不了什么，5岁的孩童只怕才刚断奶，他们懂什么？定然是有月姑娘与神域尊上的指点，对不对？你在质疑我的能力？小公子，我信你，我信你，别理会别人的话。小公子，我的真龙册送给你好不好啊？我才不要！花碧月，老夫看在你之前解开了我第一个残局的份上，对你以礼相待，你竟然将我的小公子惹怒了！天皇圣手，我说真的。好了，花姑娘，我知道你的担忧也不无道理。你之前不是解开了天荒圣手的第一个棋局吗？若不然，让天荒圣手将那个棋局再度摆下来，你与我儿子分别来解残局。小莫，你愿意吗？要是娘亲想看小莫解棋，小莫就去解，娘亲开心了，小莫才会开心的。我不能答应这件事。须知，当年的第一个棋局根本不是我解的呀，残局已解，再放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。花姑娘，你方才惹得老夫的小公子不快，让老夫很不高兴。不过你若是愿意陪小公子比上一把，一同解棋，老夫就饶了你方才的所作所为。两位请吧。小莫哥哥，怎么样？这棋局难吗？更顺手的事儿。舞女大婶，我要开始了，你还不来吗？这棋盘太眼熟了，5年之前我见到的便是这个棋盘，只是该死的，我忘记了当初到底是怎么被解开的了。好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哎，这小子就是我要寻找的人呐！哥哥赢了，哥哥赢了！花碧月，你果然是浪得虚名，当年的棋局根本不是你解的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女娃娃，当初那局棋到底是不是你解开的？是我。花碧月，方才是我给你的最后一个机会了，你可知道，老夫此生最痛恨的便是别人的欺骗。你非但欺骗了老夫，你还欺骗了整个灵域的人。明日老夫便会昭告天下，你花碧月德行有亏，此生再没有任何学院敢接受你，你也离开不了灵域了。天皇圣手饶命！晚辈当初不过只是一时糊涂啊，求您饶了晚辈一马。哼，你还惹得老夫的小公子这么不开心，老夫说过不会饶了你的。小公子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小公子，月姑娘尊上，求你们饶我一次啊！小莫，你意下如何？你若是肯将你手中的小雕给我，我便不计较你对我的污蔑与质疑了。可是，小公子，这是一头圣兽。花碧月，我的小公子看上了你的那头圣兽，是给你的面子，看来你不想给了。既然如此，老夫现在就出去昭告天下你的行径。不要，天皇圣手，我给。别怕，我们才不会欺负你。你别怕哦，跟着我们会对你好好的，以后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保证让你养得肥肥的。好了吗？小雕已经给了他们。花碧月，既然你让小公子开心了，那老夫就对你从轻发落。老夫不会昭告天下你的所作所为，不过这辈子
你们宫内的所有人休想再踏入3大学院一步。多谢天皇圣手。还好没有错过时辰。今日乃是月中，月中的53刻，天地灵气最盛。方才那一幕，便是这一整个月内青鸾峰最美的一刻。所以我们特地邀请大伙在今日前来，一同观赏如此美景。这天灵泉水是上好的东西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大汤池，请大家前来泡汤池。娘亲，我们也去泡汤池吧。你们这么喜欢天灵泉？当然啦，而且他们都说泡了天灵泉实力会提升，我们也想努力提升。也好，今日的确是1个月内天灵泉效果最好的一天，那娘亲带你们过去。尊上，我们早已经安排妥当，男子们的汤池在另外一边。你在安排本尊做事？尊上，这是我们喇叭花宫的规矩，还请尊上遵守。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任何人都不例外。爹爹，那你赶紧去吧，去吧。本尊就是规矩，由不得你们来安排。别闹，女子那边的汤池还有别的人。罢了，我听你的。谢姑娘，你不是要泡汤池吗？赶紧去吧，错过时辰，天灵泉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。谢姑娘，我们要一起泡吗？不用，我不泡。谢姑娘，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一起泡？那我让你一个人泡。我对这个不太感兴趣。我方才看得真真切切，岳清晨与方楚嫣一同进了最里头的池子，如此，那便再好不过了。我早就想将那聒噪的方楚嫣跟岳清晨全都端了，眼下正好可以一网打尽。小月弟弟怎么样，舒服吗？当然舒服了。小莫哥哥，以后等娘亲将这青鸾峰拿回来，我要多来泡泡，说不定马上实力就超过你了。你只要不偷懒，马上就可以超过我了。不过你也不必这么有压力，有我跟爹爹在，会随时保护你跟娘亲的。才不要！我们要一起保护娘亲，永远跟娘亲在一起。小子们，我跟你们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，爹爹？等这次圣女选拔赛结束后，你们乖乖的回到学院，别打扰我跟你娘亲2人世界了。不要，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，多好。那以后我跟你娘在一起的时候，请你们乖乖距离我们3尺远，不准靠近。凭什么？我们最喜欢香香软软的娘亲了。就凭我是你们老子。好了，时候差不多了，可以出来了。记好了我们的约定，若是你们敢违背，老子分分钟把你们丢回龙都，让你们去跟老龙主生活在一起。不行，我们要告诉娘亲，爹爹竟然在凶我们。想想大伙应该已经泡天灵泉完毕了，岳清晨跟方楚嫣应该也已经死在了隔间内，被我安排的手下将尸体拖到了山林之中了。花姑娘来了，莫非是我陷害岳清晨跟方楚嫣的事情被发现了？怎么了，诸位？莫非是出了什么问题？花姑娘，这些药材突然变成了8、9品，是你滋养的吗？药材突然提高了品阶，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啊！能滋养出这样药材的人，那定不是等闲之辈啊！是的，是我。之前看大家都进去泡天灵泉了，恰逢空气之中灵力充沛，我想着，若是能够在今日借助天灵泉滋养药材，一定会有奇效，所以特地在这里尝试了一下。没想到，果然效果惊人。该死的畜生，竟然在这里偷吃我辛辛苦苦滋养的药材！毁我宫内药材，小畜生，你该死！看我不把你碎尸万段！我勒个去！岳清晨，怎么是你？他不是应该死了吗？宫内的那些防御措施，甚至连我自己几乎都不能从里头顺利逃出。岳清晨，他怎么可能带着方楚嫣出来？喇叭花，竟敢陷害我们！喇叭花公主，本尊的女人今日在你宫内险些受伤，还请你给本尊一个交代。美人娘亲，是爹爹，那个丑女人触碰了本宝宝，本宝宝脏了，再也不干净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怎么你了？本宝宝只是吃了一点药材，不小心吃撑的睡着了。这个坏女人，她抓住了本宝宝的人体，染指了本宝宝。
还是说想将本宝宝碎尸万段？美人娘亲，本宝宝被他这么丑的人抱过了，以后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丑了？喇叭花公主，既如此，那咱们今日一笔账一笔账的，好好的算一算。这世间能够说话的兽类，唯独神兽。那条小蛇，莫非是？这条蛇是你的，岳清晨。他将我辛苦滋养的药材糟蹋成这般，我对他施加一点惩罚，难道不该吗？哦，我就说，小雪跟青龙宝宝怎么突然失踪了？原来是到了这里。这些药材一个个的价值连城，却被你的兽首毁成这样。岳清晨，倒是你该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岳清晨，你竟敢对我动手！我就是要对你动手。岳清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着13宫众人面前对我下此狠手！岳清晨，休得胡来！花碧月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不如你自己说说，你到底做了什么肮脏事？我什么都没有做，倒是你纵容自己的那只畜生在这里践踏我的药材。我让你起来了吗？你就敢起来？诸位叔伯，救我呀！天皇圣手，神谕尊上，你们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如此不公之事发生吗？难道就这样袖手旁观吗？那小畜生吃了我辛辛苦苦滋养的药材，难道我就要忍气吞声吗？那月姑娘可是小公子的娘亲，小公子是我看上的人，月姑娘也便算是我的阵营的了。本尊从来都自诩公正，所以怎么着都要先让清晨调查好事情的真相。诸位，想来你们应该不会在事情真相被调查清楚之前随便出手吧？花碧月，你要公正是吗？那好，这会儿咱们就一笔账一笔账的清，给你个公正。花碧月，你说这些药材都是你滋养的？当然。我倒是听说灵药师能将药材滋养到什么样的地步，便能随手再将药材恢复到之前的品阶。不如你试试。我是借助于天灵泉滋养的，现在天灵泉效果不如之前，我当然没有办法恢复。是吗？你不行，但是我知道有人可以。什么？小雪，还不出来？小雪，将这些药材全都恢复回去。那是老子好不容易才滋养出来的。过了今日，整个青鸾峰的药材随你折腾。哎，好哎，整个青鸾峰随我折腾，那我就不用在乎这么一点力量了。怎么回事？这药田恢复如初了。我曾听闻，曾经有人在灵安堂得到了一株万年血枝，莫非就是这个？花碧月，看到了吗？这药材还是你滋养的吗？花碧月，我问你，你贸然鞠躬，妄图对我的兽兽出手，我如此待你，你服不服？我服。别着急，这才只清了第一笔账呢。才是第一笔账。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你在宫内布下机关，妄图将我与方楚嫣困在机关之中，你说我该怎么做？什么？花姑娘竟然如此歹毒！说是喇叭花宫今日将我们聚集在此，只是为了这样痛下杀手，那实在是罪大恶极。花公主，花姑娘，今日你们定要给我们个说法。若是不给我们个说法，我们坚决不会善罢甘休。岳清晨，你胡说八道！我怎么可能这么傻，在自己的地盘这么对你？莫非是你自导自演了一出戏，想挑起我13宫内乱？岳清晨，你到底有何居心？是吗？不承认吗？岳清晨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是我的婢女翠娥，她之前说你让我在众人跟前丢尽了脸，翠娥说要给我报仇，可是我明明已经阻止过了她了。这个不懂事的婢女翠娥还敢这么做？月姑娘，这件事儿的确是我们喇叭花宫不对，是我们未能约束得了下人。月姑娘，方姑娘，你们要什么赔偿，我们喇叭花宫全都给你，只要你能放了碧月。好，你说的，我要你们自今日起搬出青鸾峰。什么？岳清晨，这不可能！要么搬出青鸾峰，要么我要花碧月的命，2选1，你们自己选。岳清晨，喇叭花宫岂是你说搬就能搬的？你们要搬或不搬，的确由不得我。不过你女儿的生或死，倒是由我说了算。花姑娘不是自诩已经到了圣者2重，怎会打不过岳清晨？莫非岳清晨的实力还在圣者2重之上？如何？考虑好了？
我不喜欢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我们办。好，打今儿起，这青鸾峰便与你喇叭花宫再无半分关联了。喇叭花公主，给你们半个时辰的功夫，收拾妥当，滚出去。若不然，我就得亲自动手了。月姑娘，既然我们做错了事情，定然应当接受惩罚。今日之后，我们便离开这里，还请月姑娘跟尊上能对我们网开一面。既然两清了，我自不会再做些什么。不过，若是你们再敢胡来，休怪我不客气。多谢月姑娘。月姑娘，尊上，之前是碧月做的不对，是碧月管教下人不当，这才让月姑娘险些在这里受伤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已经找到了罪魁祸首了，绝对会给你们一个交代。月姑娘，这就是我的侍女，她实在是大逆不道，竟然想伤害了月姑娘，所以我特地将她严刑拷打了一番。这个姑娘跟灵玉的还魂碎片有关。月姑娘，我知道你之前一直想抓获真凶，所以我将真凶带来了。现在我便当着你的面将这真凶处决了，以此来证实我的清白。也好，也好。若以后就只能这样一直生不如死的活着的话，那么倒不如痛快来个解脱。为什么，月清晨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在替你净除真凶啊，你还这么待我？你在羞辱我的智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月清晨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花碧月，你这条命我不准备留了。月清晨，你说过，只要我们将青鸾峰让给你，你便会放了我们的。你怎么可以不讲信用？不，你错了。这青鸾峰本就是我的。至于信用，对你这等宵小之辈，不需要谈信用。紫金谷，月清晨，你是紫金谷的人。月清晨，你一直在耍我们，你自始至终就想将青鸾峰夺走。你说的对。月清晨，我跟你拼了！这是本尊媳妇儿的地盘，树叶也是本尊媳妇儿的，你们竟敢这么霍霍本尊媳妇儿的东西！活下去，别死，活着才有希望。去吧，自己报仇。我知道为何殿下让我来击杀此人了。此人容貌俊朗，五官刚毅，似乎是融合了天地所有的精华。他只往那儿一站，甚至什么话都不用说，便如高高在上的王者，带着与生俱来的霸气。但是记得太子殿下说，此人只是神域的一个耻辱，必须将之秘密诛杀。神域来的？孽畜，你乃神域之耻，还不束手就擒？神域之耻？实不相瞒，那神域是本尊之耻。本尊一直不愿意过多的去理会神域之事，奈何总有狗来打扰本尊。也罢，也罢。这个男人实在是强大的可怕，我叶鼎如今的实力，在整个神域也能是数得上前10，竟然没有把握能够拿下他呀！就这，金龙，不是天龙，那不是天龙，那不是天龙。天龙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更重要的是，天龙的眼睛是红色的，而半空之中的那只龙，那眼睛根本不是红色，而是满身通体的金色。不好，八宝玲珑塔要被毁了。若是八宝玲珑塔被毁，那我便回不去神域了。八宝玲珑塔那是太子殿下的宝贝呀！看来便是太子殿下都低估了你的实力，没人想到已经是神龙血脉。小伙子，对不住了，我并不是想杀你的，但是这是我的任务。可惜了呀，神龙血脉却是神域之耻，这毕竟是个上好的苗子，就这么没了，怎么可能？太子殿下说了，这个口诀可以对付你的，只要念了这个口诀，你必死无疑。看好了，本尊即使不动用血脉，不动用神龙，也能弄死你。那可是太子殿下一直以来傍身的最厉害的神器啊！这竟然就这么被破了！
臭小子，你竟然敢毁了太子殿下的八宝玲珑塔！臭小子，老夫杀了你！来，这个男人完全不将我放在眼底，流星坠月。看来你说的那位太子殿下不过如此，竟派你来此。这个男人，我果然小觑了他。即便没有神龙助阵，这个男人实力竟也如此恐怖。就是现在了！我这是要突破了。小子，你去死吧！我就要完成任务了。娘亲，变天了！你们好好待着，我去看看。神龙血脉，九死一生。神龙血脉，傲视苍生。这个小子竟然真的是神龙血脉！他的神龙血脉不仅是彻底觉醒了，还在我的打压之下竟然突破。娘亲，爹爹他怎么了？爹爹会死吗？不会。可是之前我听这个小神龙说九死一生。娘亲，住嘴！对于别人来说是九死一生，但是对你们爹来说，那是稳操胜券的事情。你们可曾见过你爹输过？小叶、小莫，你们是他的儿子，我不准许你们说这样的话。他正在突破，我们现在要做的便是等待，知道吗？叶家，好大的胆子，还敢邀我前去！叶家，于玉，这是你的家族吧？曾经是，但是自5年前起就不是了。那不是我的家族，我没有这样的家族。他们把我卖给了花碧院，叶家的人都是畜生，都是王八蛋。一个是我的父亲，一个是我的哥哥，却能亲自将我推入火坑，任由我变成这样。好，于玉，明日你随我去叶家，去清账。好，于玉陪主人前去，好好算账，报答他们狗头。陈武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这样？父亲，是岳清晨跟玄冰宫的方楚燕，他们非但设计让我拍下一个1200万的破石头，更是对我下如此狠手。破石头？岳尊上，原本我要替您买下您要的那块神品玉石，但是却被人欺骗，所有的钱都买了一个废物，而且这次根本没有神品玉石，真是没用的东西。叶尊上，求您救救陈武吧，他是我们叶家如今唯一的希望啊！也罢，你到底是姓叶？你刚才说是那个叫岳清晨的臭丫头诓骗你拍下了一个破石头？是的。好大胆的臭丫头，本尊倒真想会会她。父亲，那便是岳清晨。岳圣女来了。早就听闻岳圣女您光辉事迹，却从未得以一见。如今一见，果真是女中豪杰啊！岳圣女此番前来，真是让我叶家蓬荜生辉。叶家主特地派人前去清完封邀请，我自当是要来的。哦，这些都是贺礼。大伙客气，一个个都这么隆重的前来，实在是让叶某不好意思了。是吗？我倒是来得匆忙，一时之间忘记特意准备贺礼了。不过叶家主等着，我最近新寻得了一个宝贝，想着倒是很适合你。岳清晨，你这是来我叶家撒野吗？你竟敢送我棺材！此乃上等的陵墓制作的棺材，保证能让叶家主跟您儿子躺进去后舒舒服服。哎，叶家主不喜欢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明日给你们送一口更好的棺材，翻开的、滑动的、雕花的、镂空的，各种款式任君挑选。这岳清晨未免也太过嚣张，胆子实在太大。在叶家我就不信了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岳清晨还敢出手？岳清晨，你胆敢对我们如此不敬？岳主人，他真吵，要不我直接前去再央了他。好，但那是你哥，我是孤儿。岳清晨，你的人胆敢对我动手？这不是看你昨日自宫没成功，
帮你一把嘛。叶公子不必谢，只是举手之劳。放肆！尊上救我呀！替我报仇呀！你们来叶家撒野，来本尊面前撒野，给本尊跪下！我为何要跪你？好狂妄的丫头，好生大胆的丫头，好生厉害的丫头啊！岳清晨，听闻你是灵域圣女，都说圣女当以身作则，成为灵域的榜样。我竟不知这榜样就是这么做的。你莫要以为当上圣女便可一劳永逸，若是全灵域百姓一同上书，你这圣女当被施以绞刑。叶尊上，先替我杀了岳清晨身侧的那个贱人！贱人胆敢对我动手！诸位，这个圣女就是个野狼！岳清晨，你现在就去自己解决了你身边的随从。我若不呢？若是不，本尊便亲自动手，而你岳清晨也身负包庇罪人的罪名，当被施以绞刑。本尊来自神域，自当做最公正的决断。是吗？那么敢问叶尊上，抛弃亲女，残害亲女，又该施以何种刑罚？抛弃亲女，残害亲人，自当是禽兽不如的行为。岳清晨，你休要在这里与我胡扯。那么，请问对付禽兽不如的东西，该如何处置？自然是杀之。好，如你所言。岳清晨，你竟然杀了我儿子！你竟杀了我儿子！你胆敢当着本尊的面残害本尊的人！岳清晨，你敢！叶振雄，你且看看，我身侧的人是谁？叶晨宇，他没死，他回来了。如何？认出来了吗？叶晨宇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还没死？好你个叶晨宇，你胆敢连同外人来对付我！你是我叶振雄的女儿，生是我叶家的人，死是我叶家的鬼。即便当初我们将你卖给了鬼影宫花碧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们，那么对你哥哥？你只是一个女人，将你换成丹药，让你哥哥突破升级，那是你的荣幸。这玩意儿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承认了他自己所作所为，如此行为岂不是在打我叶鼎的脸？早知道叶家竟然有这样的事情，我宁愿寻个客栈，也不会入住叶家。叶尊上，是你说的，残害亲女须得杀之。我这是在按照你的吩咐做事。叶晨宇，不论如何，你乃我叶振雄的女儿，你敢与外人合谋对付我，谋杀亲爹，此乃大逆不道，必当遭受天道惩罚。断绝关系。叶晨宇，你想跟我断绝父女关系？不可能。条件？只要你今日能够拿出10颗9品以上的丹药，我便答应跟你断绝关系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叶振雄在羞辱我！当初叶振雄以3颗9品丹药将我卖给了花碧月，如今又要10颗丹药断绝关系。在叶振雄的心底，我连丹药都不如。你要的丹药，我替他出。叶振雄，我问你，若我能替他出了10颗圣品丹药，是否你真会与他断绝父女关系，放他自由？自然。好，你说的。叶振雄，你看好了，这些都是圣品丹药。你所弃如碧玺的女儿，在我眼底是明珠，是宝物，它远远不止10颗丹药。天，真的是圣品丹药！这么多圣品丹药，月姑娘是如何拿出来的？真是圣品，真是圣品！发财了，我叶家发财了！这么多的圣品丹药，我叶家从今以后还有什么可愁？叶振雄，可清点完毕了？清点完了，都清点好了。那么，是否跟叶晨瑜断绝关系了？当然。好，既然已经断绝关系了，那可以杀了。岳清晨，你胆敢接二连三当着本尊的面杀人！叶振雄将亲女当作物品，肆意买卖。敢问叶尊上，他该不该杀？对啊，杀得好，薛姑娘，我支持你。不错，叶尊上，我们倒是觉得那等畜生不如的东西实在是该杀。叶振雄，该死！叶尊上，请回答我的问题：
他们是不是该杀？罢了，的确是本尊识人不清，未曾想到他们是这样的人。但是岳清晨，你当着本尊的面杀人，实乃对本尊的大不敬。这些圣品丹药便归本尊了，本尊原谅你的过错。圣品丹药啊，即便是在神域也见不到几个，而这丫头竟然轻轻松松拿出这么多的圣品，想来应该是那个男人赠予的吧？你动这些丹药试试。岳清晨，你这是何意？你既将丹药给了叶振雄，如今叶振雄已死，便当由我来处置，是吗？叶尊上，你不过只是叶家的一个远亲，有何资格将这些丹药收为己有？本尊的确是远亲，但是如今叶家再无其余的人，叶晨瑜又与叶振雄断绝了关系，如此，本尊只好勉为其难的代为保管。叶尊上不必这么勉强的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既然叶振雄已死，那这些丹药就没必要存在了。岳清晨，你要做什么？那是圣品丹药啊！叶振雄已死，这些丹药便随他去吧。岳清晨，好了，既然我的贺礼已经都送到了，那今日我便不在这里多待了。叶尊上，改日若有机会，我再来拜会您。那么多圣品丹药，那么多好吃的，就这么没了。美人娘亲，好可惜哦。谁告诉你们丹药都没了？啊，丹药难道没有被烧掉？美人娘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随手使了个障眼法。这么多丹药，这么烧了，的确是浪费了。啊，美人娘亲，你真是老奸巨猾呀！这个神域来的老东西，被美人娘亲你搞得一愣一愣的。青龙宝宝，我看你文化水平不够，看来得跟小叶、小莫一同去上学了。才不要！龙宝宝我可是4大神兽之中最聪明、最博学的，我才不要上学呢。是吗？当然啦，所以本宝宝才认了美人娘亲您。毕竟您蕙质兰心，温柔有加，贤良淑德呢。好啦，不跟你计较了。叶尊上，不知您驾到，有失远迎。我认的那些瓶子，那原本应该是属于我的圣品丹药啊，如今却全都被分给了别人。天皇，你可知错？叶尊上，实在是对不住，今日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，所以未能亲自前去见您。不过我已经派了学院最得意的弟子前去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说的就是去迎接那2个臭小子以及岳清晨？这跟叶尊上你有何关系吗？天皇，你将这2个兔崽子收进学院，如今又让一个外人踏进了天辰学院，踏入了江州岛，你的这些行为乃是大逆不道。将这2个小畜生交给本尊，本尊可饶你过错。叶尊上，本院长倒是记得，在你踏入神域之后，这么多年，你也没能想法子给江州岛来一个信件。100年了，你早已经宣称脱离了灵域，脱离了江州岛。你跟我们江州岛与天辰学院，应该也已经再无半分交集了。你说，现在的你对于天辰学院，是不是也是一个外人呢？倒是小叶、小莫，他们乃我天辰学院的弟子，你口口声声在此出言侮辱他们，这才是对他们不敬。叶尊上，我念你曾经与天辰学院有关系，给足了你面子了。可现在看来，是我太给你脸了。天皇，你放肆！本尊来自神域。神域来的又如何？老子还是这天辰学院的院长。若是我连自己学院的学生都保护不了，老子我还怎么配当这个院长？你若想抓了我学院的弟子，好，叶尊上，那你先过了我这一关。天皇，你当真要与我对抗？狗屁废话一连串，要打赶紧的。天皇，你找死！天皇，你打不过我的。本尊自神域而来，本尊乃是灵域这200年来的最强者。哼，徒有虚名。兔崽子们都退后！没有本院长的命令，谁也不得往前。谁若敢贸然上前，我定要治你们的罪。老子是你们的院长，
保护你们是老子的责任。娘亲，我要去帮老爷爷。莫怕，天皇圣手不会被伤及，倒是那叶鼎悬了。为什么？你们等着看好戏就是。区领域院长也胆敢与本尊对抗，简直不自。娘亲说对了，老爷爷果然赢了。叶尊上，看来神域也不过尔尔，就是不知在神域护着你的那个人，得知你在这里的所作所为，会不会后悔派遣你来此？臭丫头，是不是你对本尊动了手脚？这个臭丫头实力卓绝，她使一毒的手法一绝。尊上来自神域，自诩天下无敌，我又能对你做什么手脚呢？至于你突然变成这样的，我想只有一个原因。什么？小叶小莫，告诉他们是什么原因？我知道，因为这个老东西长得太丑了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上了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神域尊上，连小孩子尚且都知道的事情，你怎么就不知道？叶尊上，离开我的天辰学院，滚得远远的！我天辰学院不欢迎你。混沌兽是怎么回事？当年战尊将之镇压在此后，多年未动。月姑娘，混沌兽千万不能出来啊！若是出来了，灵域就完了。小叶小莫，你们乖乖在这里待着，我要去看看。娘亲，放心，娘亲先去看看，那混沌兽还在镇压之中，不会有事。娘亲去加固他的封印，相信娘亲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等娘亲。娘亲，你要安全回来。叶鼎，让开！岳清晨，本尊已经有所耳闻，你是唐突了战尊，惊扰了战尊的战魂，这才使得这混沌畜生苏醒。岳清晨，为今之计，只有你以命向战尊的神魂请罪，方可平息了这场动乱。我再说一句，让开！诸位院长，还不快将此妖女抓住，以他祭祀战尊，否则这混沌畜生将会再次醒来的。叶鼎，你该死！岳清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尊来自神域。臭丫头，你还想杀了我是吗？简直是痴心妄想！本尊自神域而来，乃是这领域这么多年来最顶尖的高手。哼，就凭你，奈何不了本尊。杀了他，只有将他的鲜血祭祀战尊，亦或将他丢下喂食混沌兽，混沌兽方能再次被镇压。江州岛的院长，你们若再阻挠我，定会后悔。娘亲，那是混沌凶兽，是曾经祸害了整个领域的混沌凶兽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才能镇压住这混沌畜生啊！愚蠢的人类，就你还想镇压住本座？不要！畜生，让开！我乃是神域来人，你敢？神域来的，味道应该与众不同，本座那得好好品尝品尝了。混沌兽，是这个丫头弄醒你的，你杀了她，莫要针对我了。你这个老东西还敢污蔑别人！2天前老子还在江夏睡觉的时候，明明就是听到你这个老东西在这里瞎嚷嚷，说要造出一点异动，好让自己来平息了妖光。不要脸的老东西，老子觉得你索然无味，难吃到了极致。看到了吗？到底是谁惹得这凶兽苏醒？不是月姑娘，是叶鼎的老东西。我早说了，叶鼎不是好东西，你们为何不听？月姑娘，你回来！这凶兽当与我们江州岛的院长一同镇压。若是觉得亏欠于我，那么等此事了了，将还魂碎片交予我。还在等什么？快答应啊！月姑娘一命在拼呢。好，我们答应你，但是月姑娘，你也得活着。娘亲，你要加油！我们现在回去给你准备好吃的。对，娘亲，你不知道哦，之前我在燕修叔叔的指导下学会了煮饭，我煮的饭很好吃。娘亲，我们拉勾勾，今天晚上你要好好品尝我们做的晚饭。好。臭丫头，你打不过本座的，当初那个人那么强大，也打不过本座。臭丫头，本座最讨厌这个鞭子了。有本事你甩开这个鞭子跟本座一战，若是你能凭着这个鞭子在本座的手下过3个招数，本座今日就放你一命，若不然你便与方才那个愚蠢的神域人一样，成为本座的食物。好，混沌凶兽，我答应你，不用鞭子与你过3招，但是如若3招之下你被我打败，混沌凶兽，
你乖乖的回到原来的地盘，不得再出来作祟。月姑娘，莫要冲动啊！好，我答应你，臭丫头，莫要后悔。哦，一把小弓箭。这是第一招，混沌，你失败了。不好，混沌凶兽发狂了！喂，你竟然想伤害本宝宝的美人娘亲，本宝宝给你毙了！不过只是一个青龙幼崽，毛都还没长齐。等你真的毛长齐了，再来跟本座较量吧。臭丫头，这就是你的第二招吗？不自己亲自上，让一个毛都还没长的青龙出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凤凰，凤凰，只有从前的大圣女才会召唤出来的东西，如今甚至林月清晨也可以。你这是金凤！混沌凶兽，这第二招你还是败了。混沌凶兽，即便你活了数十万年又如何？你们还是连我家美人娘亲都打不过。不好，月姑娘乃是混沌之力，有蛊惑人心的功效。又想做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哼，畜生，不是要唱歌吗？我便给你伴奏，让你好生唱个够。所有的人都注意了，凝神屏息，封印了你们的听觉。若是不照做，后果自负。月清晨，他在跟混沌凶兽搏斗，可是月清晨，这可以吗？臭丫头，你是本座继那个男人之后最讨厌的人！啊！来呀，继续唱歌呀！臭丫头，你想控制本座？混沌凶兽，怎么不唱了？本座想起来了，这是昆仑界的神灵阁的招数。臭丫头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你不仅仅有来自于九界的鞭子，还有来自九界的传承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看清楚了，我是你祖宗。混沌凶兽，还不给你祖宗我跳个舞助兴？畜生，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！臭丫头，你打不过本座的，本座现在就杀了你！现在吃了你！果不其然，那里是青鸾峰的方向。美人娘亲，金色雷劫，是有大人物在突破了，在突破尊者境地。快看，万寿奔腾！这青鸾峰的方向，莫不是青鸾峰的那位尊上又晋级了？99道金雷劫，我曾听闻，在圣者突破尊者时候，只需要经过9道雷劫便是。可是那位尊上足足经受了99道金雷劫，那位尊上到底实力到了何等地步？畜生，胆敢伤害本尊的女人！龙大，清晨，这衣服不是我能破的，是那个该死的金雷劫。回头我再找人去做2身。没成想，这个男人脑回路竟这么清奇。龙思觉，你下来，你刚突破晋级，实力不稳。清晨，这玩意儿方才是想杀您。本座方才弄死一个神域的，又来一个神域的，本座，你的实力竟然，这不可能！这个男人虽然实力不稳，可是我确实能清楚地感知到，他竟然几乎要到了尊者高阶。神龙血脉，几千万年前存在的神龙血脉，竟然在你的体内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如何处置他？交给我，镇压住他。混沌凶兽有无数条命，杀了这条命，会立马再衍生出第2条命。如此，只有将他镇压。好，你小心。本座这一生谁也不信服，但是独独信服了你。小伙子，不要镇压我，只要你不镇压我，我愿于此生追随于你。你要吗？若是要，就让他追随你。也行。我正好缺个坐骑，青龙宝宝那么可爱，我舍不得当坐骑。小白那么软萌，我也舍不得。这只混沌凶兽看着又凶又狠的样子，当个凶兽倒也还可以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吧。不，本座只跟着你，小伙子。本尊人都是清晨的，你若是想跟着本尊，那也是清晨的，倒不如直接跟着他。你若是敢不听他的话，本尊现在就打爆你的头。我问你，你的鞭子从何而来？你说这个，应当是我父亲的鞭子。她是那个战尊的女儿，你竟是那个人的女儿，想让本座臣服于你？不，看来你不想追随清晨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尊便杀了你。本尊知道你有无数条命，但是本尊愿意陪你玩下去。只要你复活一次，本尊完全有本事杀你一次。你方才说你不想追随于清晨，
尊上听错了，我是说想让我臣服于那个人的女儿，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欢喜。混沌凶兽，你如今既与我契约，便是我的东西。是，主人。你放心，我契约你，不是为了虐待你。我这人不会记仇，但是从此以后你不可为恶。若是让我知晓你敢再伤及无辜，我会对你不客气。咱们走吧。你就不能缩小一下吗？本座乃是上古混沌凶兽，如此威风神气，怎可随意缩小？主人若是喜欢我缩小，那我就缩小了。我知道为何混沌凶兽不肯缩小身体了。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的坐骑了。小狗熊，我们回去。狗熊，这名字不错。清晨，你起名字的水准日渐提升了，这名字挺好听。混沌凶兽，你说呢？是，很好听，我很喜欢。睁眼瞎话，要不要说的这么明显？这么牛逼哄哄的男人，宠老婆还能不能有点下限？这是娘亲最喜欢喝的桃花酒，这是娘亲最喜欢吃的鸡翅。小莫哥哥，你说一会儿娘亲回来了，会喜欢我们做的饭菜吗？一定会的。这鸡翅都烧糊了，桃花酒的浓度也不够。小叶、小莫，看来你们跟着燕修，没有学到真正的功夫啊。娘亲，你受伤了。娘亲，我们就知道你一定会打败那个凶兽的。娘亲，你怎么受伤了？快进来坐。小兔崽子，你们没看到你们爹我？哦，爹爹出关了。娘亲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你打了一架，一定很饿了。我先把东西弄给你吃吧。娘亲，亲生的，要淡定，要包容，要忍住暴脾气。这位牛逼哄哄的尊上，原来在家里地位竟如此之低。有道金雷劫，龙大，你这是经历了什么？清晨，我受伤了，伤得很。禀无主夫人，无主什么事儿都没有，反而变得更加强壮了，并且无主的神龙血脉彻底觉醒，如今他已到尊者6重境，神龙血脉彻底觉醒完毕，无主日后将会更快的突破。滚回去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怎么到哪都有东西来打扰我跟清晨的二人世界？是我说错了什么吗？难道是我形容的主人不够威武？无主夫人，您有所不知，无主乃是我历届主人之中最强悍的，莫说是方才的99道金雷了，即便再来个180道，无主也不会有半点损伤。所以，无主夫人，您尽管放心就是了。原来如此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山龙，你是没听到本尊的话吗？都将主人夸赞成这样了，难道是我夸赞错了吗？本尊听闻有一道菜叫做熊掌，不知道味道如何。龙大，你知道吗？这江州岛是我父亲的。龙大，我很高兴。我以前以为我爹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，以为是他掳走了我娘，才有了我。不过现在我知道，并非如此。我爹是那位战尊阁下，是赫赫有名的英雄。他将他最珍贵的鞭子给了我，将他的阵法以及很多技术都传承给了我。我相信他跟我娘之间肯定是有什么苦衷，有什么问题。别怕，不管怎么样，有我。龙大，你笑一下，我喜欢你笑。我的男人还是笑起来最好看呢。以后多笑笑。岳清晨，你在做什么？宣告我的所有权。岳清晨，这次是你先挑起的。听闻妖域的人来到这灵域，所以今日我特地赶过来，给你们送上一份见面礼。你竟杀了本王的2大干将！本王？你算哪门子的本王？我记得妖域之王乃是燕修，你这个不足3寸的男人，算是什么玩意儿？你到底是何人？都说了，我是你爹。乖儿子，还称爹听听。贱人！那是妖心之魄的力量，这个女人竟拥有了妖心之魄，还有这千藤术。女人，你既拥有了我们妖域的妖心之魄，既然如此，本王可以给你个机会，只要你臣服于本王，本王可以让你当3域的王后。泽哥哥，泽哥哥，你在说
么？哦，你该知道的，我妖域乃是3域之中最强大的，妖域统一下3域指日可待。只要你顺从于我，这3域之后便是你，如何？泽哥哥，你胡说什么？你说过的，3域之后会是我的。我耗费了那么多的心思，才替燕泽扳倒了燕修，只是为了一个承诺。何曾想到，燕泽竟然说变就变！贱人，本王的王后岂是随便一个人能当的？姑娘，如何？本王已经展现了自己的诚意了。你看，莫说你能不能当上3域之王了，即便是真的当上了，不好意思，你爹我不稀罕。这个女人的实力竟然在我之上，再加上这个女人各种奇怪的技能傍身，我完全招架不住她。燕泽，你贸然来犯圣域与灵域，是时候接受惩罚了。贱人，攻打灵域圣域并非是我一个人的决定，你即便对我们动手，我妖域还是会照打不误。是吗？那我倒是要去问问，谁敢？你是何人？胆敢贸然来我妖域？放肆！人族女子胆敢肆意进入我妖域！看来诸位也知道，各域有别，不可随意冒犯。诸位，你们妖域的人胆敢随意侵犯圣域与灵域，今日我便亲自绑了他们前来，想让诸位仲裁。叔父，各位叔父救我！这个女人想要杀我！大胆！燕泽殿下乃是我们妖域的人，姑娘你……天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可我记得，这位燕泽殿下尚且还不是妖域之王，如今他贸然带领一群精兵前去攻打另外2域，如此行为非但是违反了天道不说，也违反了妖域的条例。不知诸位长老该如何处罚他？此乃我妖域之事，与你无关。叔父，杀了他！这妖女堂而皇之闯入我们妖域，该死！而且这个妖女，她夺走了妖心之魄。杀了我？谁说此事与我无关的？你们的妖王燕修乃是我的旧友，当初是他将妖心之魄托我保管。他交代过我，妖域之内形势不明，若是他出事了，便让我前来。胡说八道！燕修怎么可能将妖心之魄交由你？定是你窃取了他。燕修如今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，谁知你说的真假？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，可是怎么办呢？我知道他在何处。什么？臭丫头，休要信口雌黄！等见到他，亲口问一问他，就知道了。我就不信了这个臭丫头可以。好啊，那你就说说看，他在何处？若是说不出，便是个骗子。各位叔父，还请你们将他击杀。岳清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来我妖域的禁地！燕修在里头。臭丫头，你在诓我们！你明知道血魔谷是妖域的禁地，无人能够踏入其中，一旦踏进去，必死无疑，却想把我们骗进去。臭丫头，你想让我们送死？对，即便妖王当真在里头，那他也早已经遭遇不测了。对，杀了他！长老们，杀了他！燕修当真在这里，他没死。但是，若是再不去，或许就真死了。几大长老，你们实力卓绝，应当能够知道将他弄出来的方法。臭丫头，找死！一群孬种，不忠不孝的东西！你们的王上，你们不救，那我去救。先泽殿下，从今以后，我等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你便是我们的新王。还以为岳清晨是有多聪明呢，原来这么蠢，竟然自投罗网，还把我给放了。燕泽殿下，你怎么了？我就说燕修在这里。燕修，哎呀，真是阴魂不散呀！你这个女人怎么，我都要死了，你还要出现在我的梦里？岳清晨，是我来带你出去。岳清晨，你这个臭娘们来这里干什么呀？回去，赶紧滚回去！亏我还担心你快死了，看来白担心了，力气还是蛮大的嘛。岳清晨，滚回去！这么凶，燕修，你是皮痒了？看到了吗？岳清晨，赶紧滚回去！趁你现在还有机会，否则等那个怪物苏醒了，你就走不了了。怪物？完了，
那个怪物来了。这接二连三的纯净，看来一个个的还真不怕死啊！我无意叨扰，之所以前来，只想将我的朋友带出去，还请阁下行个方便。你说的是他吗，小丫头？你想带走他？不错，就凭你也想跟我谈判？怪物，有什么冲着我来，别冲着他！萧玉妖王，真是弱爆了！看来这妖王真是一切不如一切了。要杀就杀，为何要进行精神上的羞辱？如果我非要带他走呢？你试试。臭丫头，你既也掉落在这里，那从此以后你也留在这里，当我的玩物吧。哼，这个臭丫头，心肝是不是吓傻了？运转乾坤。臭丫头，你已经破了我的阵法。我的万道阵是当初主人悉心教导的，无人能破。这个丫头竟然可以，只是一个小小的阵法，也妄图困得住我。臭丫头，那就看看，到底是你的阵法厉害，还是我的阵法厉害？那是移形换影。臭丫头，敢来这里与我谈判，你找死！你这个怪物，有什么你冲着本妖王来，别伤害无辜啊！你是战尊的人，与你何干？战尊这二字也是你能说得出的。我不知道你是出了什么事情被困在这血魔谷内，但是如果可以，我愿意带你一同出去。带我出去？臭丫头，莫不是公家的人派你前来，想要查探我的死活？你不如转身看看你身后的白骨，看看你的决策到底是不是对的。血姐牛啊，我喊你一声姐。那丫头破开阵法的招数，竟然那般眼熟。你的招数，战尊留下的，还敢不敢胡来？你是何人？应该是战尊的女儿。臭丫头，你不讲武德，大家竟然抓头发！谁说不可以抓了吗？臭丫头，你放开我！好，不过现在可以好好谈一谈了。好，我给你半个时辰，早点这样和平解决多好。方才那样是和平吗？我花了整整3天，一直在想着如何跟这个女人周旋，没想到月姑娘这一来竟然就解决了。看来我还是得好好跟月姑娘取经啊。说，为何要冒充战尊的女儿？谁派你来的？我没有冒充，我真是他的女儿。胡说八道！战尊阁下怎会被别的女人染指？你再敢污蔑战尊阁下的清白，我必将你碎尸万段！我带你一起离开这里，可好？离开这里？臭丫头，怎么可能？这是血魔谷，是受了诅咒的血魔谷，是你说离开就离开得了的吗？可我却不这样认为。什么？是阵法，一种极致的阵法，只要破开了阵法，我们便一定可以出去。臭丫头，这怎么可能是阵法？我乃战尊座下的弟子，最是擅长阵法，连我都看不出有什么阵法，你怎么可能？切！好，臭丫头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能在2天的时间内找到出去的方法，我就放了你，并且跟你们出去。但是，若是2天你寻不到，那你们就留在这里陪着我，一直到死。好。月姐，饿了吧？来吃点东西。你自己吃吧。好吧，月姐。这妖域的妖王竟然这么没有出息，对一个小丫头称呼为姐，成何体统？本王乐意，你管得着？切，实在是世风日下，不成体统。本王乐意，你管得着？你等着吧，等本王的月姐带着你出去了，你也会对她刮目相看的，说不定连你都会心甘情愿喊她一声月姐。哼，一个小丫头罢了，我这辈子只佩服一个人，其余的人在我眼里全是浮云。若她真的能够离开这血魔谷，莫说是喊一声姐，就是一声祖宗我肯定都喊。好啊，你说的。我要破阵了，你们抓紧时间看风景。过了今夜，你们再也看不到血魔谷的夜空了。月姐，我来帮你。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歪打正着，引发了这里的天地阵法，但是你是要留在这里陪我的，我怎么能够看着你死在这里？月姐，怎么了？严修，按照我说的做，去往那里。好。你往前5步，再往左3步，等到了，我再指挥你。月姐，还愣着做什么？照我说的做，做不好我踹死你！我开始招架不住这天地阵法连环的攻击了，我真的快要招架不住了。
这小丫头并非误打误撞，她说真的要破阵了，竟然真的是阵法，狗阵法，竟将我困在这里这么多年，老娘跟你拼了！你去换那个妖王破解阵眼，那小子不行，让他在哪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破开。哎，可惜呀，这妖王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呀！你受不了的？有什么受不了的？这阵法将老娘困在这里这么多年，老娘这么多年的青春都奉献给了他，是时候让老娘跟他搏一搏了！快去呀，臭丫头！难不成你真的想在这里一辈子陪着我？臭丫头，快去！老娘在这里能撑1刻钟，给你1刻钟的时间。我得破开这阵法。天地阵法与其余阵法不同，如若有人尝试着破解这阵法，那么这阵法便会自然而然的加固。若是这次破不开这阵法的话，下一次更是困难。所以我们必须一击即中，必须今日就将这阵法破开。你让开，我来。小丫头，你一定要将那阵法破开，一定要！小丫头，找死了！不许分心！郑成没办法迅速的将那阵眼破碎，如今倒是来了机会。天地阵法被破了。月姐，你破了那阵眼了，破开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月姐，你突破了，你现在到了圣者第7重了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就离龙大更进一步了。小丫头，看来我是低估了你，你竟然真的成功了。你受伤不轻，我替你治疗。这点伤算什么？死不了。你是如何破开阵眼的？我用了引劫符，将雷劫引来与阵眼相碰。真不愧是我月姐。看来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！小丫头，我对你心服口服。你说的，若是我月姐能够破开阵法，你得喊我月姐一声祖宗，现在可以喊了。战尊座下弟子，从不食言。小祖宗，你是我信服的第2个人。我好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等我出去了，一定要将宫妹跟燕泽那2个畜生处死。他们谋反，带兵攻打圣域与灵域。什么？他们怎么可以出入圣域和灵域？此事说来话长，不过我已经将那2人制服住，不必担心。你的意思是，下3域互通了？不错。这怎么可能？千万年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过。我也不知道，好端端的还魂碎片一闭合，这下3域竟然就通了。真好，说是下3域通了的话，那上3域应该也有机会相通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我叫桑竹。桑竹，宫家的那位桑夫人？不是，那个桑竹早就死了。小祖宗，一直听着小妖王喊你月姐，怎么，你的名字是什么月吗？非也，月乃是我月姐的姓氏。小祖宗，那你之前说的是真的？难怪小姐你会破天地阵法，难怪啊！你们在说什么？怎么又变成小姐了？不是让你叫月姐吗？小妖王，我们说话你莫插嘴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虽然受伤，但是还是打得过你的。小姐，你的身份不可与任何人提起。为何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说是提起，被世人知晓，只会给你招惹杀身之祸。以后我会细细的说与你听的。服不服？父，尊上，您到底是何人？您到底是何人呀？这个奇怪的男人3日之前出现在了神域，不过只是3日的功夫，他已经收服了神域的第1大杀手联盟。如今，连我神域的第1商会也被他收入囊下。这个男人是魔鬼呀！3日以内，神域内各大势力都对他发出了通杀令，但是这个男人来无影去无踪，根本无人知道他到底在何处。他就像是魔鬼降临一般，让人心惊胆颤。记好了，本尊乃是永念月。念月公子，原来是念月公子。是谁？念月公子到底是谁？那位高手凌空出世，所及之处无人能晓，想来他的实力最起码都在尊者之上。莫非那位高手是从9界而来？这不可能，9界与神域之间早已不相通。当年西神域的那位，不可胡说。无论如何，那位高手端了天下第1杀手联盟以及天下第1商会，这是在给我们9大势力发出警告。放出风去，9大势力愿意与念月公子交好。神龙，这神域可有什么其余地方没有的宝贝？无主不愧是无主，一来这神域便要干个大的。据我所知，在东神域的最边缘有一个万年难得一见的灵珠，若得了它，可提升修为，
只是那灵珠甚少有人能够靠近，但凡靠近之人，全都被灵珠的力量所吞噬。灵珠吗？好，既如此，本尊就去取了它送给清晨。屋主夫人一定会喜欢的。不过，屋主，我觉得你这个念月公子的名字好像有点儿……不好听。本尊与清晨的情侣名字，你觉得不行？我的这个主人啊，对付外人的手段实在是恐怖到了极致。当然好听，我是觉得屋主真不愧为屋主，取名字都如此有才华。那是自然，本尊乃是清晨的夫君。好了，不说了，随本尊去取灵珠吧。美人娘亲你来了。这1个月，圣域可安宁？当然安宁了，有我们镇压在这里，谁敢来犯啊？干得不错，你们的任务结束了。美人娘亲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小玉怎么会攻打圣域？一场意外，不过都被我解决了。美人娘亲就是厉害。月丫头，你来了。圣皇陛下，我的手下有一支佣兵团，疾风佣兵团，从今日起便交给陛下您管理，他们会协助陛下您守护好整个圣域的。月丫头，圣皇陛下，我必须对你坦白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的儿子迦叶，我杀了他。月丫头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啊，前几日我才看到迦叶回来了。哎呀，那个臭小子呀，他总算是肯回来看看他老子了。陛下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杀了他，他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。好了好了，月丫头，别跟我开玩笑了啊！就算是如你所言，那小子若是真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，若是你真的杀了那小子，我也不会跟你多废话啊！谁让你是我圣域的救命恩人呢？好，陛下，你放心，我敢保证，从今日之后，圣域无人敢贸然来犯。下3域即便已经被打通，也永远在一片和平之中。月丫头，你难得来一次，我先让人备菜。不用了，陛下，我得赶着时间去神域。神域？月姑娘，你放心，这灵域女皇的位置我们替你留着，等着你从神域历练归来。不必，你替从前的大圣女留着吧，她会回来的。诸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哦！各位师兄师姐，还有各位院长伯伯们。小莫公子，你一定要保管好我的真龙册呀！小叶公子，你也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呀！还有月姑娘，万事不可强求，且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！哦，女娃娃，就是你这届从灵域之中脱颖而出，来我宗门历练的。劳烦老伯代为引路了。小姑娘通过了灵域的选拔，不错。看来你实力应该不错。老夫记得从灵域过来的人，这100年来并不多。不过你还这么年轻，年纪判定不了什么。有人大器晚成，有人年少成名，对年纪无需有什么芥蒂。哦，这么说，小姑娘你会做饭喽？会一点点。崽子们都出来了，来了个会做饭的。以后咱们无极门天天有好吃的了，快出来迎接你们会做饭的师妹。掌门师傅，这位小师妹真的会做饭吗？这位小师妹长得跟天仙似的，我不信她会做饭。不，正是因为长得跟天仙儿，所以我相信她什么都可以。越漂亮的女人越是全能。神使到底给我挑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呀？好了，小丫头，为表诚意，先给咱做一顿饭吧。你们这是太久没吃东西了吗？小师妹，实不相瞒，咱这整个山头已经没什么资源了。是啊，这万门相争，咱们无极门抵不过其余的，资源全都被抢走了。整个山上能吃的东西都吃的差不多了。你们不是战尊阁下当年架下的宗门吗？是啊，但是无极门才刚设下，战尊就消失了踪影。哎，实在是可惜了。哎，小兔崽子们，留一点给掌门师傅我。还有，都节约着点儿，这顿吃完了，咱们又要没多少食物了，不然你们晚上又要啃树根了。放心，没多少吃的，咱们可以下山去买。方才我过来的时候，看到在万山之外有很热闹的集市。可是我们没有钱啊。是啊，咱们的钱都已经供着这无极门供完了，山上能卖的东西也卖了。岳主人，咱们好像来了一个假的神域。
岳主任放心，鱼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怎么回事？这些草药品阶提升了。小师妹啊，你的这个随行是灵药师？是的，我刚才来这儿的时候已经看到了，山下还是有不少人在变卖草药的，这些草药应该能值点钱。哦，无极门的废物们，我们还当你们再也不会来这万山集市了，怎么还来了？你说说，你们突然出现在万山集市，还有什么东西可变卖吗？一群王八羔子，小人得志！哎，无极门呐，哎，你们竟招收了一个女弟子，哼，莫非你们此番下山是想靠着这位女弟子来赚取钱财？呵，不过不得不说啊，这姑娘还真是有点姿色啊。飞狐门的，你们敢多看小师妹一眼，小心老子戳瞎你的眼！哎，别说是看了，我们还有更加厉害的呢。嘿嘿，这位姑娘，我们知道无极门如今缺少钱财，缺少资源。你若是愿意跟随我们前去飞狐门，待上个3天2夜，好好的陪陪咱们，我们便可以考虑稍微给你们一点施舍。来啊，再多看一眼，再多说一句啊，让我试试，再戳瞎你的第二只眼，割了你的舌头。费不费劲？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伤害我飞狐门的弟子！万山林内禁止私下斗殴，你完了！你这个贱人，你竟戳瞎了我的眼睛，你好歹毒！飞狐门的狗东西，有什么冲着我来？怎么回事啊？何人在此大声喧哗？掌事大人，无极门的这位姑娘在此不由分说重伤了我们的人，还请你们给我们一个公道啊！之前听说灵域新来一个弟子进入了无极门，便是你啊？是我。是你重伤了他？是我做的，如何？是大人，我做的不对吗？你当着我们的面公然挑衅滋事，殴打他人，理应受罚。是吗？难道神域就是这样的规则？不好意思，我在灵域，不，我所在的每一个地方，我的生存规则从来都是，谁敢辱我、欺我，我便10倍、100倍还之。好个无极门！你们就是故意眼红我们进入了108榜，特地让这臭丫头对我们出手。那108榜算什么？放心，下个月我们无极门定会踏入108榜，半年我们定踏入前10。前10？就凭你们？不错，前10。小丫头说的对。半年的时间，若是我们踏不进去，我们整个无极门都会从万山林离去，从此再也不会踏入万山林一步。快让开，是凌云门的2位弟子来了。哎，对了，金师姐，你可知东神域最近出了一个十分厉害的人，江湖人称念月公子。这念月，哎，莫非是冲着你而来？师弟说的不错，这整个东西神域，只有我一个月家，那念月公子定是冲着我而来的。卖这些东西有什么用？当然有用了，小师妹，在双方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积分，而万山林就是根据各种积分排名的。哦，这么说来，卖了越多钱，积分就越高，排名就越靠前了。那是自然。卖丹药了，新鲜出炉的丹药，保证一个个又大又圆又香，便宜卖。这位姑娘，你也在卖丹药吗？不错。姑娘，巧得很，正好我也在此卖丹药。我知道，我就是看不得你那些个垃圾玩意儿被卖到那么高的价格，被卖到上百万，上百万应该可以拿上百万积分吧？难怪凌云门会是万门之首，这么积分法的确能够爬到第1啊！云雨来的乡巴佬，真是你贩卖的丹药？我倒是要看看你如此口出妄言，如此羞辱青衣女神，你到底是个什么货色？白师妹，告诉大伙儿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没事，白师妹，但说无妨。天一师姐，那丹药好像是圣品啊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天哪，竟然真的是圣品丹药！姑娘，圣品丹药您怎么卖？便宜卖10万。10万？姑娘，您是认真的？自然，圣品丹药10万，要的现在就可以买走。圣品丹药每次限量供应，不过我会不定时来这集市上兜售圣品丹药。诸位愿意等的话，可以在这里等着。好，我们都等着你。青山姑娘，我们等着你。连那战尊都打不过本王，更何况是你一个黄毛丫头。
死不足惜，这群人类，大伙分了吃了。好，畜生，想吃我们，也得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那是灭天鞭，那个女人不仅仅拥有了灭天铠，她还有了灭天鞭。贱人！原来是他抢走了我的灭天鞭！臭丫头，你敢动我们这么多的魔族？你敢？父亲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你镇压住的魔族，我断不会让他们逃脱。魔王，不是要打吗？再来呀！臭丫头，本王不信弄不死你。认输吧，莫要负隅顽抗了。只有精神力是不够的。本王知道你要撑不住了，只要你现在肯认输，本王可保你与你的同伴不死。只要你们臣服于本王。做梦！本王跟战尊这么多年的战争，是时候彻底在这里结束了。龙大，你来了。你伤了他，又来一个男人。好啊，我们今日食物足够了。本尊问你，是不是你伤了他？是本王又如何？臭小子，你少管闲事，否则本王连你。臭小子，本王跟你拼了！龙大，小心他。另外，方才我发现了他有弱点。闭嘴，不许说话。狗男人会凶我了。你竟然能够与本王对抗！本尊不仅能与你对抗，还能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。他断了8根肋骨，筋脉破裂，脸上的皮肤破损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10倍100倍的还给他吧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在剥本王的皮？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尊说了，他所受到的痛苦，你得数倍奉还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本王记住你了。20年后，本王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你怕是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在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20年后，你觉得你如此伤害本尊的女人，本尊会让你还有活下去的机会吗？不可能，本王乃是不死之身，本王还从来不知有人能杀死本王。那你现在知道了。这情况很不妙啊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啊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恶魔一族是不会死的，我们是不死不灭的，不死不灭的啊！夜月公子，救救我是岳千一啊！公子不要认错人啊！那贱人虽然得了战尊的战甲，但是他不是我，我才是岳千一啊！苍蝇敢讨扰本尊媳妇儿，该死！我是岳千一，夜月公子，我是岳千一，是你念的那个人。还好清晨没听到这话，若不然只怕回去要被清晨责罚跪催板了。滚！本尊是有妇之夫，是清晨的夫君，休要在此败坏本尊的名声。他是有妇之夫，他是那个贱人的夫，可他不是聂月公子吗？你怎么会是有妇之夫？你怎么会是这个贱人的夫？你明明是聂月公子，只有我才姓岳啊！难道不是巧合？那个贱人，他也姓岳。青龙、白虎、混沌，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龙主人，帅气爹爹，虚无幻蝶对人类之外的生物都有遏制作用，所以我们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。罢了，怪我，若我再早1个时辰赶到，便不会这样了。龙主子，你在折寿自己的修为。龙主子，你这举措折损了你不少修为，其实你不必这样的。我家小主人醒了后会自己修复的。闭嘴！再打扰本尊，本尊让你滚出去！我当然知道这样做会消耗自己的力量，可是那又如何？只要能够让岳清晨少承受一点痛苦，哪怕是要了我的命，我都甘之如饴。龙大，真是你！龙大，你都干什么了？龙大，你给我疗伤了！你个傻子，耗费了那么多力量，以后不许这样了。行吧，既然你不理我，那我先走了。岳清晨，这就是你对我的态度？我喊你，你没搭理我。那是因为我生气了。快来哄哄我，快来哄哄我吧。哦，那你别生气了。就算是当初的小叶小莫，在生气的时候，清晨还会给一个抱抱，一个摸摸头。原来我连一个摸头都不配。岳清晨，
亏得老子在神域内四处给你搜寻宝物，你来了神域，竟然不是第一时间来找我？看来我在你的心底地位还是不够啊！还有，这就是你安抚人的方式吗？乖了，别生气了。清晨，你不来找我也就算了，还一个人置身险地。若非是我感觉到了你那里的异常，今日你可知后果如何？你之前可真是吓死我了。我暂时不去找你，也是事出有因。以后不许再为了我伤到自己了。好，叶清晨，也就只有你能这样折磨我。天知道我现在有多想惩罚他。可是清晨之前与魔王一战，身子虚弱，我舍不得动他。你睡了一夜，饿了没？有一点。正好，我给你带了一些好东西。什么？若不然，你喊我声夫君，我就告诉你。哼，你还得寸进尺了。行了，磨磨唧唧的，怎么跟个小娘们似的？多日不见，跟个小媳妇一般。龙思觉，你这模样，只怕我以后都想喊你声媳妇了。小清晨，你喊我媳妇儿也可以，只要你高兴。这时候，媳妇儿也是叶清晨给我的专属称呼。没想到这个男人竟与清晨姑娘早已情投意合。清晨姑娘她可是得到了战尊的战甲呀，一旦她的实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便可号召灭天战队，届时后果不堪设想啊！那个男人到底有什么本事，竟然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？我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清晨姑娘，得到战尊的战甲。也不知这魔族到底修炼了什么邪术，竟练就了不死不灭之身。这一次魔王被制服，只怕再过20年又要苏醒。东后您不必担心，魔王已死，不会再复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早就听闻姑苏姑娘性格爽朗乐观，看来果真如此。那恶魔一族势必是要复活的。是真的，我们亲眼所见，年月公子将那魔王斩杀，魔王灰飞烟灭，再也无法复活。莫非这个少年他有神龙之力？可是怎么可能？神龙之力只有龙族的直系一脉方可生出。清晨姑娘，每一届狩猎大会神庙都会有嘉奖，恭喜你了，得到这一届神庙的奖励。这第1名的荣耀，应当是你的。我的全部都是你的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这次是因为清晨姑娘只是从灵域前来历练的，所以神庙不认可她？清晨姑娘，看来没办法了，神庙不认可你。可惜了，清晨姑娘方才真的是救了我们，却得不到神庙的赏赐。既然如此，那这第1名也只能瞬移到第2名的身上。本皇宣布，此次第1名是龙鳞霄。第1名啊！那么我非但可以得到神庙的赏赐，并且可以得到父皇母后的一个条件，一会儿我便要当着众人的面向父皇母后请旨，让清晨姑娘嫁给我。我就不信了，清晨姑娘敢当众服了父皇母后的面子，更不相信那个男人敢跟父皇母后为敌，敢与整个东神域为敌。听闻今日是兽魔大会的表彰仪式，看来吾等还是来迟了一步啊！竟然是神使大人，不知神使大人亲自到来，还请神使恕罪。可惜了，吾等未能亲眼看到表彰啊！神使大人啊，你们没有来晚，你们来的刚刚好，表彰正要开始。神使大人，那本皇立马授予第1名荣耀。你是什么人，竟敢如此不懂规矩？眼下是荣耀授予仪式，你竟胆敢擅自往前！神使大人，我正是此次比试的第1名。混账！你是什么东西？当吾等眼瞎了吗？竟敢在这里羞辱吾等的智商！此次兽魔大会的第1名，分明是清晨姑娘。神使大人，他并非我们神域之人，他没有资格。我乃东神域的太子殿下。龙皇陛下，你当真是教子无方啊！真是莫要生气，是本皇会错意了。本皇以为清晨姑娘没有通过神庙的认可。清晨姑娘，你在虚无幻地的所作所为，吾等都看在眼底。你不惜以自己的性命拯救了整个虚无幻地的人，拯救了整个神域，所以吾等在此宣布，清晨姑娘你通过了吾等的认可。从今日起，你便结束了在神域的历练，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神域了。而此次吾等便是特地前来亲自授予你荣耀的，你可愿留在神域，成为神域之人呢？成为神域之人，从此我便回到了父亲的故乡。我本是一个飘无定所的浮萍，如今算是终于寻到了根了。神使大人三思，当年叶鼎之所以留在神域，乃是他在神域历练了多年，是无数灵域前来的弟子之中最优秀的。而清晨姑娘不过出道神域短短1个月，什么都未曾经历过，
你们如此贸然留他在神域，岂不是太武断？你在质疑吾等的选择？当然不是，只是据我所知，清晨姑娘如今所在的无极门，乃是西神与万山灵之中连名头都排不上的。清晨姑娘此次在虚无幻地也差点出事儿，若非是有念月公子在，她是根本打不过魔王的。如若将她就这般留在神域，我怕众生不服，其余从灵域上来的弟子，只怕也不服。真是越来越不喜欢这个儿子了。明明清晨姑娘替神域做了这么大的贡献，小儿不得胡闹。那你想如何？我之前隐约听闻，西神域之内马上会举办万山灵的测试，而清晨姑娘也与众人有赌约，会带着万山灵冲入榜单前10，甚至第1。若她当真能实现，我便无话可说。龙太子，你这是在为难人。本太子是为了维持神域秩序。好，就如你所言。希儿，幕后，东后，让我看看。清晨姑娘，你快救救他，快救救他呀！清晨姑娘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东皇陛下，东后的身体实在是奇怪，我必须要取他的鲜血探查一番。清晨姑娘，你休要胡来！我母后乃是万金之躯，岂容你随意动手？是文姑姑那边出手的，文姑姑出手，东后只怕就活不下去了。我的第一个障碍，终于要被清除了。太子殿下，东后若是再不好好治疗，找不到病因，只怕就死在这里了。怎么？莫非你不想让东后活下去？胡说八道！东皇不必担心，让这丫头试试，她的医术吾等还是信服得过的。好，本皇就信你。若是心儿救活不了，我要你给她陪葬。东后被一道奇怪的力量控制住了，已经很久了。怪本皇！哎，该死，真是怪本皇！若是本皇大意，怎么不知道心儿一直受此折磨？东皇陛下，不必这么责怪自己。这道力量很罕见，一般人探查不出。明白？不必这么麻烦，这个力量我知道。你做什么？莫非是想谋害母后？这个贱种的身上存在着太多的变故啊！本公子做事何须你来指手画脚？走吧，看看他要去何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看看是什么人在背后操纵，要害东后于死地。要成功了，要彻底成功了！等东后一死，等我儿登基，我儿子便是这东神域最尊贵的人，而我也是这东神域最尊贵的女人了。竟是你在谋害心儿！不是我没有。贱人，竟敢谋害本太子的母后，本太子要杀了你！本王，本皇让你现在治好心儿，本皇或许还能饶你一命，可以保你不死。陛下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东皇陛下，不如让我试试。为何要害东后？他该死，他的存在会阻碍我跟我儿子的路。你有儿子？你的那个儿子不是早就死了吗？哼，我的儿子当然不会死，我儿子还会成为这世上最尊贵的人，怎么可能会死？你的儿子在何处？文姑姑，亏得我从前看在你是我奶娘的份上，尊你敬你，却没想到你竟大胆如此，竟为了一己私欲毒害我的母后！你谋害了我最尊敬的母后，我要你死，要你死！太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父皇，儿子实在是太愤怒了，他已经疯了，他什么都做得出来啊！聂公子，不知你可有治疗东后的法子？稍等，那老东西当初以同样的方法对付过我，不过被我提前察觉并且破解。聂公子，本皇给你机会，只要你们能够治好东后，本皇不问责于你。哦，凭你？给我们5日，5日之后，东后定然能够醒来。好，本皇给你们5日的时间。若是5日之后东后醒不来，你与聂月公子，本皇哪怕是负了整个东神域，也定要让你们陪葬。龙大，你先带着他们先行离开，我跟阿玲他们有点事情交代。好。谁？什么人？哪里来的医师如此大胆？龙凌霄，你为何这么对我？为何要杀我？我要将你带走！你既然对我如此不仁不义，不要，文姑姑，我不是故意要杀你的，我当时是担心那个贱人使诈，让你说出不该说的一切。我替你筹谋多年，你却杀我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就算是死，
也要带你下地狱！不要，我是你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夜月公子如今地大神域，我一心要替你铲除他，可我最终竟落到这样的下场。母亲，您就放了儿子吧，不要跟儿子计较了。等儿子日后登上帝位，铲除了所有不相干的人，定会给你设下一贯种，尊你为天下最尊贵的女人。万万没有想到，灵猫换太子一幕就会出现在了龙大的身上。好，儿子，我等着，等你登上皇位，到时候我一定给你送上一份大礼。怎么了？方才我去找了龙云霄。他若非是看在他是东后儿子的份上，本尊早弄死他了。他不是东后的儿子，龙思觉，你不是被抛弃的，所以你不用看清自己。那个老女人，她才是龙云霄的生母。你是天底下最好的龙大，怎么会被人抛弃？若是这样，那就更好了。我正好还在琢磨着该怎么将皇室拿下来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有难度了。清晨，整个神域我都会将之送给你。我那么认真地跟他说一本正经的事情，龙思觉竟然跟我在讨论聘礼。东后的病，我们是要救的。那个老女人即便不死，她也没办法将东后治愈。当初那力量也试图侵犯过我，不过被我察觉后就挡住了。东后现如今已经被侵入到了心脏，整颗心脏几乎要化作了枯石。心脏受损，化作枯石，那岂不是药石无医了？倒也不尽然。这些时日，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出面，是因为我在寻找一个东西。什么？四方灵心珠。原本是想将这东西找到，送给清晨当礼物的，但是现在却是必须要用到了。那四方灵心珠在何处？在血墓。不错，血墓，我们就去血墓。等了10世，终于等到你了。主人，是您吗？是老奴不对，竟让这两人闯入这里，伤了主人您的清净。主人您在何处？让开！你们滚开！不许靠近我家主人！他怎么了？难道是他？你是谁？你要做什么？那个女人竟与我长得一模一样，你是何人？别急，继续看。领主，想不到吧？你也有今日。风清瑶，你不得好死！风青青，我问你，凌风家的传承到底在何处？风青青，你找死！你已经沦落至此，成为了一个阶下囚了，你怎敢如此嚣张？本座即便沦为了阶下囚，却依旧是灵虚境领主，而你，风清瑶，不过只是一个野种。弄死他！从今日起，领主是我的。风青青，你这个废物，从此将不复存在。传令下去，就称风青青以孩童修炼邪功，白日宣淫，与人喝酒，将自己喝死了。哼！青青，风青青，你是风青青？不仅仅我是风青青，我更是你。那是我的龙大，龙大是他。你是说神龙之主？我倒是没想到10世了，他依旧不离不弃。神龙之主以神龙之力助我轮回，却被风清瑶发觉，被他挡住。我轮回了整整10次，都失败了，一直等到你。这不可能！你到底把老子媳妇怎么了？老子都说了，本尊不认识你的什么主人，你那个主人在老子眼底连个屁都算不上，而你竟3番5次的有辱老子的清白，老子早已是有妇之夫，岂容得了你如此侮辱？清晨，我真的不认识他的主人，你不要难过，不让我回去，我回去任由你处置，你想怎么泄愤都行。是他胡说，我真不认识什么领主，那领主于我而言不过就是个屁。领主风青青好像就是我自己。那领主叫什么来着？风青青。哦，是风青青，那只是个吃小孩的怪物。你到底是谁？阿四，你说我是谁？是你，都怪老奴有眼无珠，竟然没认出主人你，老奴该死，请主人责罚。阿四，你辛苦了。龙大，谢谢你。龙大，我们生生世世永远都要在一起，以后我也会守护好你。清晨，
你信我，那个吃小孩的老祖宗能喝酒把自己喝死，品行不端。我对这种人绝对是唾弃的，绝对不会与他沾染上半点关系。行了，别立血誓了。不行，如此不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我的清白怎可被那吃小孩的怪物玷污？可是那个吃小孩的怪物，好像就是我呀。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。我就是方青青的转世。龙思觉，既然你不想跟我有任何关系，那便算了。原来我们认识那么久了，难怪我跟你之间深渊颇深，都是命定的缘分。我就说风青青这个老祖宗怎么这么有个性，竟喝酒将自己喝死，果然有大拿风范，连死法都这么与众不同。媳妇儿，不要客气，继续来我。阿四，跟我离开这里吧。主人，这里还有老奴的其他的兄弟，老奴还是先留在这里守着。离开了这里，老奴会被风清瑶发现的，到时候这么多年的筹谋，一切都完了。放心，我会让你重见于天日，这一日绝对不会等很久。胆敢动本皇的人，找死！陛下休要拼命顽抗了，哼！实不相瞒，你的天龙之力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到底谁？到底要做什么？为何能困住天龙？哈哈，杀了他，提他的头去见太子殿下，太子定会重重有赏的。你们说什么？是谁要杀本皇？真是个只知道风花雪月的东皇呀，连太子要杀你竟都不知道。不过也是奇怪啊，太子不是你的儿子吗？怎么想杀了你呢？难不成他不是你的亲儿子？我的儿子要杀我，龙鳞霄要杀我，为何？为何呀？那么心儿是不是也是龙鳞霄谋害的？提他们的头去见，这次咱们的赏赐可大喽。那正是念月公子跟那个叫清晨的姑娘。是龙鳞霄真的不是我儿子，那么我的儿子会是谁？会是那个少年吗？让开，别挡我们的道，否则连你们一并处死。清晨，你退后，我一个人可以了。那是龙，又是天龙？不对呀，那不是天龙。我们见过太子殿下的天龙，也见过东皇的天龙，可是天龙的大小不过只是这只数分之一大。管他什么龙，有咱们的锁龙扣还有何惧？锁龙扣上！念月公子小心，那是锁龙扣，就连本皇的天龙也被锁住了。弄死他，弄死这条龙！快看，那天龙吓傻了。哼，我们便是为了对付天龙而生，臭小子还敢跟我们硬碰硬，简直找死！来，我们想想，今晚咱们是怎么吃龙肉？是清蒸还是……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没用了？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锁龙扣，就万湖困住本神龙，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。神龙，速战速决吧！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胆敢掷出锁龙扣这等邪恶的东西伤及我龙族，实在是居心叵测。该死！孩子，留下几个活口。好，你们是龙鳞霄派来的。东皇陛下饶命，我们是受到太子殿下的指令前来做这一切的。回去告知龙鳞霄，告知天下，就称屠龙队成功了，本皇与东后被你们奋力绞杀。照着本皇说的做，你们便可活命。东皇陛下，等东后身体痊愈，本尊与你也再无纠葛了。不，心儿，又是这个少年，你是谁？不知为何，从我第一眼见你，便仿佛被你所牵着。孩子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？东后，有些事情或许你们当初弄错了。什么？龙鳞霄不是你们的儿子，他的生母是文芳。是的，小儿不是我们的孩子，今日他甚至派人前来杀我。心儿啊，我们错了。真好，从此以后又多了2个呵护疼爱龙大的人了。我就说，为何每次见他，我便仿佛失了魂魄？原来你才是我的儿子。你当真是生育我的人？孩子，对不起，是娘没有好好保护你，娘错了。孩子，你惩罚我吧，只要你愿意，无论你怎么惩罚我都可以。不用，我不会惩罚你，不知者无罪。你的身体还没好，先好好休息，养好身体。
心儿，你刚刚身体恢复，不能情绪太激动，不然身体又要……都是你，当年都是你。若非是你执意要给文芳他们一条活路，还答应文芳来当我儿的奶娘，我跟我的儿子怎么会分离这么多年？儿子别怕，以后娘护着你，有娘在，别人休想再动你一根汗毛。以后咱们娘俩相依为命。儿子，清晨姑娘是你的谁？我媳妇儿。好，以后咱娘仨过。儿子，儿媳妇，咱们离开这里，以后娘罩着你们。心儿，你身体还没好，你这是去哪里啊？站住！我问你，我之前昏迷过去的时候，隐隐约约听见你在凶人，你是不是在凶我儿子？心儿，我不是故意的，那时候我以为他是文芳的儿子。放屁！文芳能生出那么优秀的儿子吗？我儿子可是在圣魔大会上斩杀了万魔的人，文芳他是什么东西？你现在自己好好反省吧，等你什么时候反省完毕了再说。我跟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妇要先好好过过自己的日子了。放心，咱们家里殷实着呢，你们这么有出息，娘带你们回去啊，继承家产去。白如熙，果真是你？诸位，今年不见，你们可都还好？白如熙，你还敢回来？哼！如今府主70大寿在即，你这巴巴的跟个狗一样的凑上来，意欲何为？我想带着孩子回来看看外公。你的孩子？如今老府主准备退位，白如心突然带着孩子回来了，这对我们可是极大的威胁啊！哼，我早听闻了，你的儿子觉醒了天龙血脉，不过只是区区天龙血脉罢了，我们日月府还真不放在眼底。白如心，带着你的孽种滚远点！哼，这位大婶儿，我原本以为你的口臭已经很严重了，没想到你浑身都在发臭啊！你们，白如心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回来日月府胡作非为！我告诉你，日月府，你休想踏足一步！不错，白如心，你当初弄丢了府主的宝物，除非你将宝物找回来，否则你永远无法踏足日月府。若我们能找回呢？若真的能找回，我们也不会食言，自会让你们重新踏足日月府。几位长老，我就不在这里逗留了。过几日，罗培丹神要来参加府主的70大寿，他说会在寿宴上收下我儿为徒，我得先行回去准备准备了。罗培啊，没想到我当初最不看好的一个徒孙，竟然也变成丹神了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感情那罗培就是当年我的一个徒孙。原本我想着带你们回到日月府，给你们最好的一切，却没想到竟将你们带入了麻烦。都是一家人，谈何麻烦？您的事情便是我们的事情。瞧瞧这小模样俊的，还有这小嘴甜的，关键是他的脾性太对我的胃口了。清晨，你记好了，以后我儿子若是敢欺负你，你第一个跟我说，就算不要这个儿子，我也不会不要你。所以，我刚认的娘又要飞走吗？怎么好像我才是个买东西赠送的那个？不是说去找那天命塔吗？去哪里找？当年天命塔被盗，不知去了何处。不过我随身携带着天命塔的罩子，或者能感知到天命塔的所在。可惜我的力量还不够，天命塔乃是当年的一位老祖宗的东西，我实在是无法开启。让我试试。你竟能够操控起天命塔罩？天知道，当初我之所以能够被日月府选中前去看守天命塔，不过只是因为我能够挪动天命塔罩罢了，也是仅此而已。可岳清晨却是轻而易举地操控起了他，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也不太清楚，随随便便一出手，竟就操纵起他来了。随随便便就操控？要知道，当年放眼整个日月府，只有我一个人能够稍稍挪动天命塔半分，仅仅如此，便都得到了整个日月府众人的追捧。唉，实在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死在沙滩上啊！你知道天命塔所在的确切位置了吗？差不多知道了。
我明里暗里找了20余年，都没怎么找到，他却……哎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我们一家子在这忘川海边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倒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敢过来。公子，你胆子倒是很大啊。你是何人？我们是这忘川海边的渔民，今日照常来打鱼。这忘川海一直以来都被人传作绝情海，从来没有人敢靠近。而这个女子竟然在海边，仿佛什么都不存在。夫君，今晚咱们又有的加餐了。不错，咱们再多打几条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能空手而归。姑娘，这忘川海可是绝情海，你们常年生活在忘川海边，为何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？这么有啥难的？忘川海是有灵性的，你只要能跟着忘川海沟通好了，就没问题了。答应忘川海的所有的要求，忘川海就不会为难你。若真如此，那我前去取天命塔就根本不在话下了。还请姑娘赐教。实不相瞒，吾乃东神域的太子殿下，只要姑娘能赐教了，他日本殿下定重重有赏。原来是太子殿下，是这样的，想要与忘川海沟通，需要先进献忘川。进献？简单的很，就是先将你或者你同行人推入海中，任由忘川海吞噬。当然，若是不愿意，只卸下一个胳膊或一条腿，也是未尝不可的。当初我们一家子之所以能够跟忘川海沟通，便是因为我一个亲近的一双手掉入了忘川海。忘川海啊，再给我多送几条鱼吧。果然能够跟忘川海沟通就是不一样，忘川海竟然能够主动给他们送鱼，是不是一会儿忘川海也能给我送天命塔？老师，你既然都帮我到现在了，不如就继续在这里帮我一把吧。太子殿下，休要听信这蠢妇的鬼话。我这么多年来了忘川海探寻了这么多次，却从不曾听说过有这样的言论。本殿下让你进去，那是看得起你，你休要不识抬举。太子殿下，您不能这么做，不能啊！老师，你已经帮了我这么久了，本太子说过，一定会给你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你放心，即使你没了手，本太子以后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龙雷霄，你不可以，你这样做是大逆不道，我可是……哼，畜生，到哪里都是畜生。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小测试，竟让他们狗咬狗。怎么回事？或许一条胳膊还不够。老师，我会善待你的。龙雷霄，你敢？我是你的父亲！你胡说什么？我是你的亲生父亲，你若是再敢动我一分，便是大逆不道！大逆不道！胡说八道！你才不是我的生父！我若不是你的生父，何至于替你筹划这么久？你真以为文芳一个人能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将你跟真正的太子调换？龙鳞霄，那几个人并非善类，去杀了他们！大逆不道的畜生！本天道最是看不惯这样的畜生！天道，殿下，是天道，天道来了，快向天道认错！我不是故意，求你放了我，求你放了我！放了你，东神域龙鳞霄，你可知道你都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？天道大人，我真的错了。好，现在我要你自费玄力抽出天龙血脉，以作谢罪，否则本天道今日将你二人处死于此。自费玄力抽出天龙血脉，这几乎是让我连死都不如啊！我断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本天道数到3，你若不应，本天道亲自动手。我不能死，好不容易才走到如今这一步，眼看着我就要登基为皇，成为东神域之主，眼看着这么多年的筹划就要成功了，我绝对不能死。2，天道大人，我答应你。天道大人，如你所言，我做到了。既然如此，本天道就放你一马，现在滚蛋吧！多谢天道大人不杀之恩，多谢。小主人，那天道的声音，我咋瞅着好像是从你的身体里发出来的？自信点，就是我。他追杀了龙大那么多年，这不过只是个利息罢了。更何况天龙之脉，他不配。原来如此，我还真以为这忘川海被你操控了。嘿，
好个歹毒的丫头！若非是亲眼所见，我当真没想到会有如此歹毒狠辣的人，连我都被你给骗了。你是何人？莫管我是何人，总之这天命塔无论你们想什么计策，你们也休想拿到。望川海，你胆敢与我作对？为何？天我们死了也不得安宁，你为何非要来扰我们的清明？那是什么野兽？它们看似野兽，却并不尽然，满身没有野兽的气息。那不是野兽，那是被幻化成兽类的人。不错，那是人。难不成那就是当初在这里殉情的二人？天道就是因为他们，才将这忘川海变成了这样。你要做什么？你快掉到海里了，我顺手救了你一把。看到了吗？你是拿不到天命塔的。即使我拿不到，你也永远不可能。那不一定。臭丫头，怎么你也妄图从忘川海之中取走东西？有本事来啊！我看你有何能耐。今日只要有我二人在，你们便休想从这里取走任何东西，破坏了忘川海的宁静。你们该死！你退后，我来。原来是一对有情人。可是啊，世人都是薄情寡义之人，人活着尚且不如一只野兽。虚情假意的一对男女罢了，在忘川海之侧胆敢作秀。世间之人皆是虚伪薄情之人，哪里有什么真情？若是真有人有真情，为何能将我们逼迫至此？虚情假意罢了，真让人作呕。只有我们才是真爱。不要太高估你们自己，你以为只有你们才有真情？世人都知道，这忘川海的确能够绝了人的七情六欲，但是却奈何不了真正的真情。你们敢不敢踏入这忘川海试一试，看看你们到底真情还是假意？你们若真能够踏入这忘川海，全身而退，无论你们想要取什么东西，我们绝对不会阻拦半分。有何不敢？糊涂，你们糊涂呀！仅仅是有情爱是不行的呀！这忘川海乃是天道所设，除非你们之间的情谊当真能够撼动天道的力量。人类总是这么愚蠢，这么自以为是。还好我们已经化作了野兽，自由自在的野兽了。到底是什么人呐，竟如此胆大放肥？丹神，您是丹神，丹神，求你想想方法救救他们，他们不能没了七情六欲啊！好，你认识我？哎呀，只不过我也无能为力。看吧，他们根本无法奈何得了忘川海。他们啊，也不过如此，都是虚情假意罢了。哼，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怎么挡得住这忘川海。你疯了！他们势必是对抗不了忘川海的力量的。你现在去岂不是自寻死路？更何况，他们的确是不自量力。人类最是自私，最能感动自己，自以为深情，实则不过……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好多好多。清晨，我好开心，原来我早就认识你了。他们竟然真的什么都没做，就对抗住了忘川海的天道之力。那是他们之间的情谊，天道之力将这忘川海变成了绝情海，偏偏我儿子儿媳妇有天底下最坚不可摧的情谊，绝情海都怕了。倒是我小瞧了他们。如何？我们可是对抗住了这忘川海。是我们鄙薄了，没成想人类还真会有如此忠贞不二的情感。我们不会阻拦你，你们要找什么就请便吧，只要你们能带走，我们绝不多加阻拦。您这是？我收回方才我说的话，这会儿借姑娘的力量一用，待我取到了该拿到的东西，必当重谢。你跟你师傅倒是不太相似，你那师傅从前惯会死皮赖脸。你是何人？你认识我师傅？是天命塔。我来迟了，不过是分别了一点时间就闹情绪了，看来你得挨揍了。姑娘，我承认你们有2下子能够对抗住忘川海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天命塔可不是你能……你是小鼻涕虫，多年不见，你倒是长大了不少，变了个样子呢。小鼻涕虫，
这是当年那个精彩绝艳的女人在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对我的称呼啊！我不是领主。你活了这么多年，便是为了守护天命塔吗？小鼻涕虫，苦了你了。领主啊，竟真的是你！是我有眼无珠，竟连领主都不曾认出。我方才就说，到底是什么人能够撼动得了这忘川海？原来是领主您与神龙之主，是你们！这岳父奉为至上宾的罗培丹神，竟对我儿媳妇下跪了。起来吧，小鼻涕虫，不知者无罪。我也是才刚想起过往的一切。领主如今有何打算？别是这个时候就想去找风清瑶吧？不着急，事情很多，我还有点忙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承蒙当年领主指点，我如今已经修炼到了丹神境地。若是领主需要，我愿意在所不辞，贡献上一切。好，我不会客气的。不过现在，你还是回到原本的地方去，别因为我的出现打乱了节奏。吉时已到，新皇登基。小月弟弟，你猜他能不能通过这个台阶？你都这么说了，肯定是不能了。我明明早准备通过龙翼找到了不少方法，甚至于在昨日更是已经提前走一遭，都成功了。殿下，怎么了？没事。太子殿下，我听闻过往的每一位新皇都是健步如飞的走过这烈火台阶，怎么你好像走在刀子上一般？莫非祖坛并不认可你成为新皇？毕竟一个品德不堪之人是不配成为东神域之主的。父皇前几日才刚去世，方才踏上这烈火台阶时，本太子脑海中全是父皇的身影。诸位莫怪，方才是父皇在给本太子嘱托，让本太子一时之间耽搁了。本太子一想到父皇就这么丧生，实在是心力交瘁，这才在这烈火台阶上有些恍神。是吗？别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？我早听闻了，东皇的死因不明，谁知道方才是不是祖坛在抗拒你呢？西神域公主，本太子不过是当初不喜欢你，推了你的婚，你胆敢在这里污蔑本太子？西皇陛下，恕本太子无礼，您这位公主，本太子得请出去了。没想到戴墨这么大胆，明明从前的戴墨是那么温婉可爱，如今不知是遇了谁，竟变得如此刁蛮无礼。戴墨，滚出去！什么狗屁大典，几个浪得虚名的太子罢了。本公主还真不屑在这里看你表演。祖坛祭祀仪式已毕，现在给太子殿下加冕。畜生！本皇还没死，你就在这里登基为皇，你这畜生如此大逆不道！他不是死了吗？怎会抵达此处？鬼啊！这门方与龙翼一大，胆敢将我的亲生儿子调换，弄这个冒牌的假货来假装我的儿子，简直是该死！孽畜！今日本皇便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，给本皇的家人一个交代。父皇，原来您没死，儿子以为你被那两个歹人害死了，没死，那实在是太好了。畜生，你该为你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了。父皇，我真的不知道您还活着，都怪下人入船，儿子才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梦到您给儿子托梦，让儿子登基，儿子不是真的要在今日篡位的呀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悔改？我且问你，屠龙队是什么？什么屠龙队？我不知道啊，父皇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父皇，定是那个叫倾城的女人跟聂月公子跟你胡说八道了是吗？没想到他们到死都这么的歹毒。你说谁死了呢？倾城，是倾城姑娘回来了。我就说，倾城姑娘怎么会死？她怎么可能行刺东皇陛下？是你们没死。我们若是死了，还如何看得了殿下你今日登基的盛典呢？儿子跟老婆都来了，今日难得的好机会，我得好好表现表现自己啊！父皇，我是你的儿子呀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你不可听信外人的谗言这么对我。我的儿子？哼，你什么东西？你也配？我的儿子只有一个。念月公子才是本皇的儿子，只是当年有人别有用心，将本皇的儿子跟龙鳞霄调换了，害得本皇一家分离了20余载。是本皇之前错了，你都来到了本皇的身边，本皇竟还没有认出你，这是我的失职。至于还对你大吼大叫，误会了你，你若是不愿意认本皇，那也是本皇咎由自取。但是本皇只想告诉你，你既是本皇的儿子，那从今往后，本皇便会拼尽了性命，呵护你们母子一生无忧。本皇说到做到。东皇，你别在这里胡说，要是再吓跑了老娘的儿子，老娘跟你没完。媳妇儿啊，你放心，我知道错了，别跟我闹别扭了。你现在这么认错了，我跟儿子就能原谅你了。当然，只要儿子能原谅你，我也会考虑既往不咎。
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父皇，你不要听人胡说八道，我是你的亲儿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亲儿子？谁说我不是你的亲儿子？你让他站出来与我对峙！你之前不是还在说，就算你娘死了，会给你娘我荣华富贵的吗？怎么现在你又变成敦厚的儿子了？你说什么？你是谁？呀，好儿子，这么快就不认识你娘我了？哦，也是，毕竟我可没你这么猪狗不如的儿子。是你在装神弄鬼，装作那个老女人的魂魄来套我的话。狗东西，胆敢伤害本皇的儿媳妇！龙凌霄，当年之事，原本你也算不知者无罪，可你先杀东后，又去杀本皇的儿子，再来杀本皇，无论是哪一种过错，你都是大逆不道。本皇要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不是我，是你们该死，是你们该死！明明同样是天龙血脉，凭什么我就要低人一等？凭什么我就不能登基为皇？龙族律法，但凡觉醒了天龙血脉的人都是至高无上的，我根本不比那念月公子差，我怎么会比他差？说的不错，同样是天龙血脉，凭什么龙太子就要低人一等？天龙一族只要是能够觉醒了天龙的，都有参加皇位竞选的能力。龙毅，是你。龙毅，你们精心部署了这么多年，你们简直是畜生不如！东皇自古来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，所以休要怪我们不客气了。龙毅，你要做什么？东皇，当年我们二人一同觉醒了天龙血脉，而我却败在了你的手上。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。今时今日，不为其他，就算是为了当年那一战，我也要殊死一搏，也要跟你讨个真正的输赢。你这东皇的位置坐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也该换个人来坐坐了。今日若是敢与我屠龙队作对，休怪我屠龙队不客气。父亲，杀了这老匹夫，杀了他们一家三口。等杀了他们，这东神域便由你我父子二人共享。好，儿子，父亲会夺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龙毅，你个畜生！当初是我太仁慈，没能杀了你，今日我定要清理门户。我要他们死，要他们死！太子放心，东皇的位置是您的，只有您才有资格担当起新的东皇之位。有屠龙队在，天龙血脉根本无所忌惮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父亲，难不成锁龙扣有什么故障？不可能，我们消耗了这么多年心血研究出来的锁龙扣，断不可能出现任何的故障。按照之前那位东皇所言，我们的爹爹好像是他的儿子，而眼前这群黑衣人似乎是冲着爹爹跟那位东皇的龙之血脉而来。小莫哥哥，神使爷爷，这锁龙扣真的会锁住龙的血脉吗？不错，锁龙扣是以天龙血脉的人的鲜血炼制而成的。我方才觉得龙毅气息有些异常，现在看来是龙毅这么多年以自己的鲜血滋养着这群人，炼制出锁龙扣。这龙毅呀，为了今日还真是不择手段呢。那不行，咱们要想想办法。放心了，小叶弟弟，他只是冲着天龙血脉而来的。嘿嘿，我知道了。是谁？到底是谁？到底是什么人，竟能对抗得住锁龙扣？只是小把戏，就想对抗龙之血脉，未免太将自己当回事了。是你，你这个自西亚3月来的贱种，就凭你也想取代本太子的位置？父亲，杀了他，先杀了他！你看清楚了，这东皇的位置，你是永远不够格的。真好，龙大，以后就没人追杀你了。来人，将这2堆垃圾带出去喂狗，莫继续留在这里脏了贵客们跟本皇媳妇儿子的眼。心儿，我来认错了，你能接受我的道歉吗？儿子，你父亲他知道错了，你考虑一下认不认他。娘不为难你，你要是不愿意认他，娘啊，我马上收拾东西继续跟你们离开。干得不错，儿子，这么说你原谅我了？心儿，咱儿子原谅我了。这几日你在调查当年的事情？是的。是谁？今日大喜之日，先不说这些，我呢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想要宣布。确定今天是大喜之日？
诸位，趁着大喜之日，神谕诸位皇室又在此，本皇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：本皇的儿子并非龙凌霄，而是这位念月公子龙思觉。从今日起，龙思觉便是东神域之主，本皇现在就将东神域交到他的手上。不必了。儿子，我不喜束缚，这位置我不喜欢，况且我也不稀罕。不愧是神龙之主啊！龙凌霄以性命小夺得的位置，却在神龙之主的眼底不值一提。好了，既然这件事已了，那我们就先告辞一步了。看到了没？我儿子不喜欢当这什么东皇，你偏要我儿子当，现在又让我儿子不开心了。龙宗，老娘我绝少不了你！哎呀，这媳妇儿真是越来越暴力了。